他是27世纪的一名法医，一个时辰前穿越而来。身为法医的燕卫驰，做梦也没有想到，竟然会被送去留种，给九黎国命不久矣的废太子上官熙留下最后的血脉。你有2个时辰，能不能活命，全看你能不能留下大殿下的种了。都快死了，他还能做那种事儿吗？还不过来伺候？就算姑落魄如斯，也轮不到你一个女人来嫌弃。上官熙大手一挥，燕卫驰便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吸力，竟是唰的一下就把他吸过去了。你干什么？你是来干什么的？你身上这么多伤，还让我压着你，你这是不想活了吗？上官熙看着骑在自己身上的少女，盯着自己的胸口看，竟是也本能的不自在。看什么看？刚刚是谁把我吸过来的？现在害羞是不是有点迟了？论内力我不行，可眼下论体力你不行。怎么样啊，太子殿下，女上位你受不受得住啊？从本太子身上滚下去！今日本小姐拿不到你的种，回去就是死。与其我死，那还不如让你死。你放心好了，我深谙此道，定然让你欲仙欲死。什么叫深谙此道？这女人莫不是风尘女子？然而言出必行的燕卫驰，此刻已经去扯上关西的衣带了。贱人，别碰！还没说完，上官熙便发现自己不能动了。那燕卫驰不知何时，手上捏着一根银针，刺入了他的身体。你是来杀姑的？杀了你，我也活不成。你现在就是我的救命稻草。你到底是何人？你不是定远侯府的二小姐？运气不好，不是金尊玉贵的侯府二小姐燕青书，我是她姐姐庶出的燕卫驰。不过呢，你的运气倒是极好的，你恰巧快死了，而我恰巧会救人。话音落下，燕卫驰便在上官熙身上刺了几针。上官熙只觉得一直淤塞难行的真气开始舒缓了。你为何要救我？做一次是很难怀孕的，我得留着你，跟我夜夜笙歌，才能确保怀上你的孩子。怎么样，是不是很期待？不知羞耻！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今你还有骂人的力气，可见你还且活着呢。咱们来日方长。本太子不用你救。哦，生男生女，由不得我；做与不做，由不得你。这怎么这么安静？莫不是大殿下已经死了？那还怎么留种啊？听到这话，燕卫驰急忙趴在上官熙身上，抱着他一个翻滚。殿下，殿下不要！殿下您轻点！上官熙感觉备受羞辱，可他此刻全身都不能动。殿下您这么龙精虎猛，哪里像生病之人？妾身这几日就陪在殿下身边，相信定能替殿下延续香火。您别戳那儿啊，殿下好坏。废太子果然荒淫无道，临死都要做个风流鬼。走吧，咱们去相府复命吧。听着外面的人走远了，忽然腰间一紧，竟是整个人被上官熙抱住了。你怎么能？我怎么能动？本太子身中寒蛊之毒，其他的毒进入体内，也不过给蛊虫果腹而已。你以为你的毒能控制我几时？你放开我！可上官熙却啪啪两下点了他的穴道。现在生男生女还是做与不做，都是姑说的算。你救了我，所以我也要救你。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孩子。上官熙已经感觉到燕卫驰温暖的体温，只要扯掉这块布，他这个废太子那便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荒淫无道！既然所有人都如此谩骂于姑，那姑何不在临死之前就将此事做实了？我救你出去！你说什么？我救你出去！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相信我，我一定可以救你出去。相信你？凭什么？你把手拿开，听我解释。上官熙狞笑一声，非但没有挪开，反而捏紧了几分。就这么说，姑摸着你的真心，才能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谎话。你无耻！你刚刚摸我的时候，怎么不觉得自己无耻？我那是为了救你。我现在也是在救你。你不是想要个孩子吗？本太子深谙此道。太子殿下风华万千，乃是九黎国第一美男。您身边从来就不缺谄媚邀宠的美女，又怎么会觊觎自己的庶母？上官熙渐渐放开了手上的力道，定定地看着燕卫驰。太子之所以被废，是因为花朝节那一日被众人撞破您强暴了许美人，而且在许美人宫中杀了她尚在襁褓的孩子。我没做过。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你相信有个屁用！你一个小小庶女，如何能翻动这滔天的冤案？我能，我真的能。凭什么？就凭我会验尸，我还可以替你找出幕后凶手，让陛下还你清白，复你太子之位。你要怎么做？
置之死地而后生。什么意思？燕卫迟刚刚重获自由，便反手一针，刺入了上官熙的大腿。你骗姑，你果然是杀手！我杀你个头！都说置之死地而后生了，你不死哪来的生？因为药物的作用，他已经彻底进入了假死的状态。殿下，殿下，你醒醒啊！殿下，你怎么没气啊？来人，快来人啊！怎么了？怎么了？殿下，他没气了。那你们是成了吗？成什么啊？太子殿下他根本就不举啊！那就是没留下了，众没留下，人死了，这可怎么办啊？看也看了，摸也摸了，却没做成，我上哪说理去啊？我去请太医，你进宫去禀报陛下。快去看看！陛下，太子殿下是冤枉的啊！你是何人，竟然敢质疑陛下的决断？陛下明鉴，太子殿下身患不举之症，试问一个不举之人如何能强迫许美人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没胡说啊，我是陛下送来给太子殿下留种的，刚刚所言全是亲身经历。陛下，要不您让太医看看？人都已经死了，看那些还有什么用？话不能这么说，太子就算是死了，那只要证明他是清白的，他也可以以太子之礼厚葬，我好歹跟他风流了一半，也能混个太子妃不是？你是谁家的小姐，简直不知羞耻！皇后娘娘，您别岔开话题啊，既然案情查出重大疑点，不得发还重审吗？陛下，您说对吗？没错，此案发还大理寺。陛下，人都死了，还有这个必要吗？再说了，当日他手持凶刀，双手染血，那是所有人都看见的。接着，一个荷包朝着皇后扔过去，皇后娘娘下意识伸手接住。皇后娘娘，现在我的荷包也在你手上了，难道你就是偷我荷包的小贼吗？你在胡说什么？分明是你把荷包扔给我母后的。哦，有道理啊，我可以把荷包扔给皇后娘娘，真正的凶手就不能把凶刀塞入太子殿下的手中吗？有谁看到太子持刀行凶？没错，此案疑点重重，传朕旨意发还重审。陛下节哀，太子殿下他红事了，就算出警死了，朕也要还他一个清白。谁再敢多说一个字，就下去陪出警一同上路。案件可以发还重审，可这个口无遮拦的贱人，立刻给本宫拖出去杖毙！不行，你不能杀我！不能？陛下，我可是唯一能证明太子殿下不举的人，那我就是这个案件的关键人证啊！案子发还重审，这还没审呢，就杀人证，不合适吧？来人，带他去协助调查这个案子，朕一定要还出警一个公道。庞和玉，你可知罪？陛下息怒，微臣惶恐，不知所犯何罪。太子谋害庶母、谋杀胞弟一案是你亲自督办的，可如今太子的发妻，陛下，臣女可是太子殿下的第一个女人。如今太子妃亲口承认太子身有隐疾，不能人道。住口！陛下说话，你岂敢3番5次的打断？皇后娘娘，陛下是体面人，有些话不好说出口。可臣女死了夫君，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些话自然要臣女来说。你来说。庞大人，太子殿下不举，他不具备侵犯许美人的能力，所以这个案件有问题。现在我要求案件重启调查，先给许美人和小皇子验尸。验尸？没错，验尸。你不会啊？没关系，我来。许美人和小皇子已经故去数日，眼下尸体已经封棺，等待安葬。只有查明死因，给死者一个公道，才能让死者得到真正的安宁。那就去验。启禀陛下，无论是许美人还是小皇子，都是被利刃割喉毙命，致命伤十分明显，实在无需再验啊。你去看看。燕卫迟站在棺木旁边，一眼便看到了许美人脖颈上的伤口，伤口很深，入肉3分。燕卫迟伸手去拉扯许美人的领口，试图再仔细看看伤口周围。这人身体上的伤口分为生前伤和死后伤。这生前造成的伤口，伤口周围会有紫黑色凝血块，出血量大的时候还会有血肿；而死后造成的伤口，则伤口处皮肤平滑，且无血凝现象，也不会出现血块和血肿。就如眼下这般，稍微有点经验的仵作都应该能看出端倪，怎的就没有一人说出来呢？庞和玉微微一怔，随后眼神回避的低下头。陛下，许美人身上的伤口是死后伤，而她真正的死因是中毒而亡。中毒？有人在朕的后宫下毒？你把话说清楚，怎么就中毒了？她根本没有中毒的迹象啊！燕卫迟一边拿起许美人的手臂，一边淡淡开口道：陛下请看，
虽然眼下尸体已经完全呈现灰白色，可还是不难看出，在皮肤表面有些暗红色的斑痕。这是为何？过敏现象。朕想起来了，许美人不能触碰桃花，否则就会有风寒的症状，身上还会起红疹。这就是对桃花过敏。可即便是过敏，也不至于让人暴毙吧？过敏一事可大可小，倘若轻微过敏，只会流鼻涕、打喷嚏、起红疹；若是严重过敏，就会呼吸困难，最后窒息而亡。你的意思是，有人利用桃花害死了许美人，然后栽赃给出警？没错。不可能。陛下，您别忘了，发现许美人尸体的时候，她全身赤裸，且体内有痕迹。整个后宫，除了陛下，那都是太监，唯有这位能自由进出后宫的太子殿下，才能办得到此事。皇后娘娘，就算是从许美人体内发现了什么东西，那也未必是太子的。若是有人在宫外取出，在许美人死后放入她体内，也不是不可能啊。胡说八道！你一个未出阁的丫头，你懂什么？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不是破案基本法吗？你们只发现许美人体内有，也没人看到那些东西，是太子弄出来的。此话一出，在场男子都脸色尴尬。没有定论的事儿，咱们争来争去也没有意义。眼下知道许美人是因何而亡的，那我只要找到真正的凶手，不就可以还太子殿下清白了吗？你能找到真正的凶手？陛下，让一个人严重过敏，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点桃花，而是需要很多，亦或是浓度很高的桃花制品。你们宫里可有这些东西？回陛下话，徐娘娘不喜桃花，房间里没有任何桃花做的东西。陛下，这许美人已经死了，那么凶手得手之后，自然会消除所有关于桃花的痕迹。如此说来，那就是查不到了。非也，凡有接触，必留痕迹。这桃花本无毒，所以我猜想下毒之人在倒腾桃花的时候一定没有戴手套，所以此人双手必然会留有桃花的痕迹。事情已经过去7日之久，就算双手染了桃花香，眼下早已经洗干净了。在桃花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花玉素，此物先遇白醋，再遇碱水，就会变为蓝色，而这种东西却不溶于清水之中，哪怕过去10天半个月，想要通过洗手来除掉，那也是除不掉的。你的意思是，只要让许美人宫里的人先用白醋洗手，再用碱水洗手，谁的手变成蓝色，谁就是凶手了。正是如此。来人，拿白醋和碱水。你们依次过去，先将手放入白醋，再将手放入碱水，答案自然明了。然而一群宫女太监依次走过去之后，竟然没有一人手掌变色。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愚弄陛下和本宫！来人，把他给本宫拖下去。陛下，他就是凶手。陛下明鉴，奴婢的手没有变色啊。没错，他的手根本没有变颜色，你在胡说些什么？燕卫迟走向芬儿，攥住他的左手腕，将他的手心翻转向上。他的手没有变颜色，可他的袖口却变了颜色。简单的说，这些没有做亏心事的人，他们都会乖乖的先浸泡白醋，再浸泡碱水，袖子只会变湿，不会褪色。芬儿的袖子褪色了，就说明他的左手不曾触碰白醋，只触碰了碱水。没错，如果他不是心虚，那为何不敢如旁人一般，而是要用右手触碰白醋，左手触碰碱水呢？奴婢只是不小心忘了。好啊，忘了没关系，再试一次不就行了？芬儿打了个哆嗦，深入白醋的时候，双手还一切正常。可当他的手深入碱水的时候，竟是迅速变成了浅蓝色。混账！还真是你！陛下饶命啊！奴婢不是故意的，众位宾客都是饮用桃花酿，唯有许美人喝梅子酿，奴婢也是一时失手，拿错了啊。许美人刚刚产下小皇子不久，尚且正在哺乳，她岂会饮酒？陛下，既然她不愿意说实话，那不如送她去慎刑司吧。皇后娘娘，您救救奴婢啊！你若乖乖承认，也不过就是一人受罪。倘若执迷不悟，小心陛下诛你9族。奴婢只是在许美人身边受了气，所以一时糊涂。这一环又一环，足见你心思缜密，怎么可能是一时糊涂？除非你背后另有高人指点。没有，都是奴婢一人所为，是奴婢杀了许美人，是奴婢陷害太子，奴婢愿以死谢罪。芬儿话音落下，便忽然起身，朝着许美人的棺木撞过去。陛下，既然凶手已经伏法，那这案子也算查清楚了。
看来皇后也同意出警是清白的了。那是自然。传朕旨意，许美人遇害一案已经查明真相，与太子上官熙毫无关系。即日起复其太子位。陛下，安爱卿，你觉得给太子复位有问题？回陛下话，太子殿下是被冤枉的，给他复位当然没有问题。按照本朝律法，太子妃膝下无所出，理应给太子殿下陪葬。老臣特意进宫来送他一程。眼看着安国公攥着伏虎刀步步逼近，燕卫迟当即叉腰怒斥道：“你好大的胆子！宫里有规矩，任何人不得携兵刃入宫。你竟然公然带着一把刀，你想干什么？行刺陛下吗？”也不知是哪跑出来的黄毛丫头，竟然连伏虎刀都不认识。那又如何？皇家赐你伏虎刀，是让你耀武扬威的，是让你目无尊卑的，是让你杀当朝太子妃的。就算我要殉葬，那也得等太子下葬之日，我锦衣华服，高高兴兴地躺在太子身边，几时轮得着你对我下杀手？唐大人，你来告诉他，谋害太子妃当以何罪论处？你大胆！安国公，你一把年纪了，人已经不发育了，胆子还在发育啊！来人啊，给我拿九黎律法，我倒要亲自翻翻看，给你定个什么罪？谁不知道这安国公就是当朝9000岁，整个安家权倾朝野，就算是当今陛下，在安国公面前都要退让3分。牙尖嘴利的贱丫头，今日本官就要送你立刻去陪太子，我看谁敢阻拦！人已经持刀刺向燕卫迟，一道残破的身影忽然从天而降，猝不及防地将燕卫迟护在身后。安国公震惊地看着眼前人，发现自己伏虎刀的刀尖已经刺入了上官熙的肩膀中。安国公行刺太子，你好大的胆子啊！老臣不敢！你竟然还活着！儿臣不好，让父皇担忧了。儿臣确实快死了，气息游离，才被太医误诊。快来人，传太医！父皇，案件都调查清楚了吗？都调查清楚了，我儿是冤枉的。父皇，儿臣没事，儿臣想带。上官熙看向燕卫迟，这才发现自己竟是没记住他的名字。殿下叫我爱妃就好。儿臣要带他回太子府。好，回去养好伤，朕等着你。燕卫迟总觉得他们在暗中交流着什么。燕卫迟，你适可而止，放开姑的血库。太子殿下，您瞧瞧自己这一身的伤，再不处理，你真的会死的。不用你管。我不管谁管，你要是死了，那我怎么护家护卫啊？你只需要帮本太子处理一下上半身的伤，下半身的不用理会。大哥，要不我帮你找个铜镜，你自己看看你的屁股，这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我都不知道你怎么忍得住疼，伤口都要处理。不然这继续拖下去，伤口腐烂生蛆，你全身都爬满虫子，到时候可……闭嘴！好啦好啦，不吓唬你了，有我在，岂会让你被蛆虫占据身子？你的身子那可是我的。上官熙感觉自己像个被人调戏的姑娘。这样好了，我转过身去，你自己脱光衣服，趴在那榻上，这样你把小西西压在身下，我也就看不到了。等我给你后背以及屁股上的伤口处理好了，我就出去。小西西，你怎的如此口不择言？你们男人也真是的，那么计较大小干什么？行吧行吧，大西西可以了吗？滚出去！西西大不大我还不知道，你这脾气倒是挺大的。不过姐姐我呢？只见燕卫迟眉眼弯弯的一笑，随后素手一挥，一股子甜香瞬间充斥了上官熙的口鼻。姐姐我专治各种不服。强烈的晕眩感袭来，上官熙瞬间站不稳了，整个人朝着身后倒仰过去。燕卫迟眼疾手快，连忙扶住他，将他放倒在床榻上。你又用毒！谁让你不听话啊？不听话还百毒不侵，真是没见过你这么难搞的患者。看什么看？挖了你眼珠子！这男人跟男色果然不一样，老夫的道心都被你搞乱了。他又走向出宫时候皇帝赏赐的那些灵丹妙药，想看看有没有能用上的。不要碰，宫里的东西都不能用。为何不能用？我看过了，都是上好的药材，外面可买不到。时间长了，伤口自然就会愈合，你不必理会。这点东西搁旁人眼里那是毒药，搁本小姐眼里那就是个乐子。随后开始将各种草药混合调配，不多时，那些瓶瓶罐罐就都被燕卫迟收拾利索了。都是本小姐玩剩下的，
他们还当自己多聪明，真没意思。冰凉的药膏涂抹在伤口上，并不难以忍受。让上官熙觉得难以忍受的是燕未迟柔弱无骨的手指划过胸口，却令人心痒。当他划过小腹的时候，上官熙感觉自己全身都紧绷了起来。不要，不要！在他心里喊了无数个不要之后，该竖起来的地方还是竖起来了。这么坚挺，让你趴下，会不会压断他啊？你闭嘴！你到底还是不是女子？怎么这么不知羞耻？大哥，现在昂首挺立着的又不是我，咱俩谁不知羞耻？你别碰姑，你若不碰，岂会？什么咕咕咕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鸽子呢。你确定不会压断？那我给你翻身啊！燕未迟不理会上官熙抗拒的眼神，用力将他翻个身，忽然感觉腰间一紧，竟是被上官熙抱住了。燕未迟呼吸一滞，一抬头就看到上官熙那双烈焰灼灼的双眼。你这抗药性也太强了！怎么，现在知道怕了？我怕什么？我又没害你。我已经没事了，不需要你治疗了。你现在离开这个房间，自己找个地方待着。药还没上完呢。你若不想自己休息，那我们就一起休息。燕未迟觉得被抱的呼吸都困难了。好，我出去还不行吗？上官熙没好气地推开他，险些让燕未迟摔坐在地上。我以为侯府小姐睡猪圈就够惨了，没想到当朝太子居然还睡牢房，同是天涯沦落人，还内讧个什么劲儿？上官熙眉头微蹙，他刚刚说什么？侯府小姐睡猪圈，说的是他自己吗？可有查清那女子的身份？已经查清了，是平邑侯庶长女燕未迟。燕未迟，陛下确实曾有意将平邑侯的女儿指婚给太子，可老夫记得指婚的是平邑侯的嫡女，叫燕青书，京城第一美人燕青书。一定是平邑侯燕寒山那个老狐狸，舍不得自己嫡出的女儿去给太子留种，所以才偷梁换柱。我正愁没理由弄死那个死丫头呢。在未来世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金属质地的空间手环，里面可以存放各种无生命的物资。燕未迟穿越之后，第一时间就想知道自己的手环有没有带过来。你怎么形状这么奇怪？有的地方圆，有的地方扁，有的地方粗，有的地方细，该不会是什么残次品吧？跟随他一起穿越过来的，只有一些银针、草药啊什么的。唉，也罢，既来之则安之。姐姐我活人生意、死人生意都能做，还怕活不下去吗？你出去打探了一圈，有何收获？他爹是平邑侯燕寒山，他6岁那年生母就死了，之后嫡母不待见他，就将他送去了庄子上。他一直睡猪圈吗？大师兄怎么知道？他的医术、毒术还有验尸的技法都是跟何人学的？这就不知道了。那丫头一直睡在庄子上的猪圈里，平日里就是喂猪。燕寒山年轻的时候与岳家小姐结缘，生下了燕未迟。但是燕寒山回京述职之后，又迎娶了长信王的亲妹妹明阳郡主。郡主低嫁，岂会做妾？所以呢，燕寒山必然是贬妻为妾。大师兄，那你父皇给你赐婚的应该是燕未迟还是燕青书啊？自然是嫡出的燕青书。看来是明阳郡主舍不得自己亲闺女，所以拉来燕未迟顶替。这件事有些麻烦，他今日得罪了安国公，你们能查到的事情，安国公也能查到。他拿着一小盒糕点来到了燕未迟的厢房，此时燕未迟已经鼾声如雷的睡着了。谁家小姐像你睡相这般差，竟是还打呼噜？他想知道燕未迟那些毒药、银针什么的都藏在何处？难道藏在身上？他拉起被子的一角，唰啦一下将他身上的棉被掀开了。少女美好的身体跃然于眼前，上官熙彻底僵住了。上官熙急忙将棉被放下，当即转身离去。该死的丫头，怎么睡觉不穿衣服啊？上官熙捂着胸口，努力压下凌乱的心跳。一阵春雨落下，渐渐浇灭了上官熙心头的欲火。本太子虽然看了你的身子，可你也占了本太子的便宜，你也不算吃亏。可怜我连一身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要不也不至于裸睡。幸亏这院子里也没有旁人。话还没说完，燕未迟就看到了桌面上的食盒，这可是昨天晚上没有的，这是谁送来的？上官熙，可他昨晚裸睡啊！上官熙该不会……上官熙，
他缓步走到上官熙身边，发现他脸色有些异样的红。果不其然，他发热了。怎么会这样？我出去看看能不能用皇帝赏的东西换点有用的草药。你一个人待在家里，可千万不要有事啊！燕未迟，你好大的胆子！你这老头真是蛮不讲理！你带着人乌泱泱硬闯我太子府，还说我好大的胆子！我看你的胆子更大啊！燕未迟，你冒名顶替你妹妹燕青书的太子妃之位，眼下事迹败露，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安国公，冒名顶替，首先得有冒名二字吧？我可从来没说过自己是燕青书。少跟本官胡搅蛮缠，今日这冒充太子妃的罪名，你是逃不掉了。来人，把他给本官拿下，押入大牢。眼看侍卫已经朝着燕卫迟扑过来了，燕卫迟下意识攥住自己的右手手腕。小菲菲啊，你看他的动作怎么了？傻愣愣的，要被抓了也不知道跑。你不觉得他有点奇怪吗？从昨日他出现在大牢里开始，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拿出一些东西，那丫头手里肯定有奇怪的东西。过来，别过来了！阿切！随后其他侍卫接二连三的打喷嚏。阿切！阿切！哎呀呀，这生病了就好好去治病嘛，还要跑出来抓人。我说安国公，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你就是早期的资本家啊！一群没用的废物，还愣着做什么？还不把他押走？穿过来的时间太短了，虽然有这个奇怪的手镯帮忙，可我并没有准备那么多毒药啊！该死的上官熙，你真的不打算出来救一下你的爱妃吗？亏我还要出去给你买药呢！师兄不出来，也不知是个什么态度，我们怎么办？爹啊，我不去。舒儿，咱们只是去认个错，如今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太子不会再纠缠你了。下官参见国公大人，不知国公大人怎么会在此处？知道太子将死，就用庶女换嫡女；知道太子翻身了，又想用嫡女换回来。燕寒山，你的算盘珠子都要崩本官的脸上了！你这分明是故意欺君！没错没错，他就是欺君，国公大人快把他抓起来吧！死丫头，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欺君之罪，那可是要诛九族的。大姐姐，侯府若是被扣上欺君之罪，你又如何能独善其身？谁说我要独善其身了？反正都是要死的，那就大家一起死好了。众人很快来到宫门口，等候陛下召见。爹，今日之事怕是有些麻烦，我有办法可以让整个侯府全身而退，我还能顺利成为太子妃，让爹爹以后的仕途不仅可以依靠长信王府，还可以依靠太子府。你有何办法？500两。你跟我谈银子？不然呢？咱父女俩不谈银子，还谈感情啊？你也不像对我有感情的样子啊！死丫头，若是不能顺利脱身，那你就将所有罪责都揽在自己身上，否则的话，我非但不会给你银子，我还要扒你一层皮。那你这是答应了？燕寒山冷哼一声，没再回应，看起来便是默认了。老臣今日进宫是要揭穿平义侯偷龙转凤的罪行。陛下给太子选定的家人，分明是身份贵重的二小姐燕青书，可平义侯燕寒山竟然敢用身份低贱的庶女燕卫迟来以次充好，罪犯欺君，其心可诛。燕寒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微臣绝对没有以次充好的心思，实在是小女卫迟不服管教，嫉妒她妹妹的好姻缘，趁微臣不备顶替了青书。你胡说！这燕卫迟自打6岁就住在城外的庄子上，从未回过京城。你若不接她回来，怕是她连回家的路都不认的。你自己说，你是如何得知你二妹要去见太子的，又是如何冒名顶替的？尉迟，你就招了吧，陛下念你年幼无知，定会从轻发落的。禀陛下，安国公所言不虚，我就是被我爹强行拉回来，送去天牢给太子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可即便如此，我爹也没有罪犯欺君啊，这不是按照陛下的旨意来的吗？你胡说！陛下赐婚的从来就是平义侯的嫡女，什么时候轮到你了？安国公，你说什么？陛下赐婚的是何人？是平义侯嫡女。陛下说是嫡女，可平义侯府并不是只有一个嫡女啊，我也是平义侯府的嫡女。我可生不出你这样忤逆不孝的丫头。请问陛下，您是何时赐婚的？此事老夫记得是太子殿下籍贯之日。错了，启禀陛下，若是臣女没记错的话，您在几年前只是提及此事，可真正赐婚的时候，而是在15年前，明阳郡主嫁入平义侯府的时候。你说的没错，此事应该有记载。那就对啦。15年前，二妹妹在哪儿还不知道呢。当日的平义侯府可就只有我一个嫡女，
那陛下赐婚的不是我，还能是谁呀？小贱人，你还真会往自己脸上贴金。陛下那是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才下这道圣旨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当年嫁入侯府的时候，我娘还是当家主母，你后进门的就算是平妻，那在民间也叫妾。我不是嫡女，难道你那个还没受孕的肚子是嫡女吗？行吧，行吧，如果二妹妹喜欢，那就一起嫁过来喽。她不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太子。太子上官熙身染寒蛊之毒，能活到什么时候都不好说。再说了，太子没有母族助力，在整个京城孤立无援。没错没错，当年明阳都没有受孕，这陛下赐婚，自然以为是赐婚小女尉迟，所以昨日才将她送去天牢，给太子留下血脉。燕尉迟，既然你已经跟太子有了夫妻之名和夫妻之实，那明日早朝朕就会宣告百官，册封你为太子妃。爹，银子。什么银子？您这是要赖账了？让你把所有罪责揽在自己身上，我才给你银子，可你并没有照做，那银子的事儿自然就不算数了。我这人啊，脾气古怪得很，你是什么货色，我就是什么脸色。既然您跟我这耍无赖，那咱们就走着瞧喽。此时上官熙恰好醒了，只是听到燕尉迟推门而入的声音，上官熙本能的闭眼假寐，似是不想面对这个把他从头到脚都看光的女人。装睡啊，那就别怪我上下其手了。你怎么如此口不择言？我说什么了就口不择言？上官熙看了一眼那黑乎乎的汤药，眉头拧得更紧了。我昨天明明把你的伤口处理得好好的，一晚上你就给折腾发炎了。现在给你熬了药，你又摆出一副死人脸不愿意喝，你到底要干嘛？放肆！竟然敢这样对本太子说话！是啊，我说了，你怎么着吧？以你现在的体力，也就只够凶一凶了，你还能拿我怎么样呢？上官熙一阵晕眩。你确定不喝是吧？那我可喂你了。燕尉迟端起汤药碗，毫不迟疑的就喝了一口，随后鼓着嘴扣着上官熙的双肩，便突然俯身而下。眼看燕尉迟的嘴都要怼上来了，上官熙却因为病重而全身无力，根本推不开他。我喝。非得让我牺牲色相，你可真是难缠。他无奈的接过燕尉迟递过来的药碗，满脸抗拒的将药一饮而尽。原来你怕苦啊，你的身体还没好利索，尤其是身上的伤口，万万不能再沾水了。你好好歇着，我先出去了。你要去哪儿？赚钱养家。本太子还用得着他赚银子？哟，你醒啦？毫无规矩，进门为何不敲门？我怎么知道你醒啦？再说了，你全身上下我什么没见过，你有何可怕的？你……上官熙被他说的又忍不住红了脸。长得真好看，这要是放在我那个世界，不得是9亿少女的梦想啊！看什么看？到时辰了，喝药。上官熙厌恶的别开脸，显然不想喝。然而燕尉迟却摊开手心示意他看。燕尉迟那柔弱无骨的小手里躺着几颗白白胖胖的莲子糖，羊就不怕苦啦？姑不是小孩子。废什么话呢？燕尉迟捏住上官熙的脸颊，直接塞了一颗莲子糖在他嘴里。快喝，趁热喝，喝完再给你吃糖。上官熙眉头紧锁。明明应该生气的，这种软软甜甜的感觉让他不自觉地想到昨晚看见的画面，那个燕尉迟一丝不挂的画面，吓得上官熙急忙端起药碗一饮而尽。他需要喝点药冷静一下。喝得这么痛快，原来你喜欢吃糖啊，早说啊，改天再给你买点。燕尉迟拿着空药碗欢快地离去。他这是怎么了？过去20几年从未这般失态过。上官熙催动了一下体内真气，总算是将那不该抬头的地方压下去了。师父教我千秋雪来压制寒蛊之毒，我却用来压制内心妄念。若是让师父知道了，非要打折我的腿不可。舅舅是想往太子府上安插自己人？没错，那个燕尉迟说上官熙不能人道，可未经证实，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所以决定送几个美人给他。若是他真的不能人道，那他便也不足为惧。老夫就带领群臣劝谏陛下更换太子。启禀太子殿下，二殿下带了一批下人来到太子府，说是陛下赏赐给您的。师兄，我帮你退了他们。没用的，退一次还有第二次，若是强行拒绝，定然会被安国公扣上抗旨不遵的帽子。让他们进来吧。老奴带他们进来给殿下看看。不必，本太子没空理会他们，带他们去给太子妃看看。上官熙想看看燕尉迟有没有本事应对这些飞禽走兽。我先去看看那神憎鬼厌的太子殿下身体好了没。太子殿下正在书房跟世子爷叙话呢，他吩咐老奴来找娘娘，去看看宫里赏赐的下人。
为什么要我去看？您是太子妃呀，是这太子府的当家主母啊。行吧，那就去看看吧。许是二殿下等得不耐烦了，所以离去了。走了更好，他带来的能有什么好人？上官离，你不要太过分了。本王来看看自己的好大哥，哪里过分了？师兄，你……于飞檐咽不下这口气，可上官熙却只对他摇摇头。来人啊，给我砸！上官离的侍卫立刻冲上前，毫不留情地将书房一番打砸。住手！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威风八面的太子妃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狗仗人势的二殿下。放肆！你说什么？再放肆还能有你放肆吗？这里是太子府，你进门不给皇兄皇嫂请安便罢了，竟然还敢随意打砸！燕卫迟竟然敢对本殿下直呼其名，多新鲜啊！名字不就是让人叫的？我还是你的长辈呢，你不是也连名带姓的叫我？你还敢以长辈自居？燕卫迟，你疯了吗？长嫂如母，你没听说过吗？有空多看看书吧，省得出门丢人现眼。今日不打你，你都不知道这京城到底谁说的算。你打！你敢碰我一根指头，我立刻喊非礼！堂堂嫡出的二皇子，竟然公然觊觎长嫂美貌，行侮辱之事，我看看你以后还有什么脸面！你胡说！是，我是胡说。你猜猜，众人是愿意听你的真话，还是愿意听我口中香艳无比的绯闻啊？可真是不知羞耻！你可知这番话传出去，你自己也名声扫地。笑话，名声在外，有好有坏。以前是以前，现在是变态。我燕卫迟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名声扫地？上官离被气得语塞，他从未见过如此尖牙利嘴的女人。立刻从太子府滚出去，否则我现在就去街上喊，说你冲进我太子府上强暴我燕卫迟敢不要命，就看你上官离敢不敢不要脸了。燕卫迟，你给我等着，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等你能做到再说，做不到就少放屁。上官离拂袖离去。上官熙，你不是很厉害吗？你对我不是挺凶的吗？为什么别人骑在脸上欺负你，你连个屁都不放啊？你身份贵重，武功高强，手握重兵，你怕他什么？我怕父皇为难。从小到大，以上官离为首的那些皇子都没少欺负师兄，可他们从来不会受到责罚。尤其是上官离，他有皇后和安国公在给他撑腰，就算师兄去找陛下说理，陛下也只能安抚劝慰，根本做不到公道二字。飞檐，住口！我燕卫迟这辈子什么都吃得下，就是不吃亏；我什么都受得了，就是不受气。他在写什么？所幸燕卫迟写了片刻后，便伸着懒腰离开了。他拿起换洗的衣服，转身去了耳房，看样子打算沐浴睡觉了。他来到桌案前，拿起他的写画画的纸。别人生气我不气，气出病来无人替。我若气死谁如意？况且伤神又费力。不入流的打油诗，竟是还有些朗朗上口。看来今日老二是真的把他气着了。上官熙放下纸张，打算就此离去。可好巧不巧的，一回头竟是撞见燕卫迟从耳房里走出来了。啊，你怎么在这儿？姑不该在这儿。你说呢？这是我的房间。这里是太子府，姑是太子，你是太子妃，夫妻同寝，有何不对？可是这家伙不是躲着他吗？他发现这个燕卫迟似乎是个纸老虎，他好像只对不能动的男人特别感兴趣。宽衣。上官熙，你没事吧？你让我给你宽衣？不然呢？姑可没有穿衣睡觉的习惯。你要睡在这儿，有何不妥？当然不妥。上官熙，你搞清楚，我们之间只是互相帮助，还没有熟悉到可以睡在一起的程度。是吗？你脱本太子衣服的时候，为何不这般说？那能一样吗？上不避天地，下不避大夫，我那是为了救你。总之你不要胡思乱想，我对你没有什么非分之想，你也不许对我有非分之想。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许久之后，上官熙忽然阔步离去，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这是生气了吗？可我也没做错什么啊，一没拜堂，二没成亲，三也没有感情交流，上来就要滚床单，这谁受得住啊？而且他还一脸嫌弃，好像他吃了多大亏一样。哼，是他非要做太子妃的，是他总是对姑手脚不老实的。眼下姑愿意成全他，他怎么还如此抗拒？这女人到底想要什么？不是荣华富贵吗？刚想到这里，上官熙忽然觉得胸口一阵刺痛，他下意识捂住胸口，寒骨之毒发作了。毒发的时间越来越频繁的，难道真如师父所言，没有九阳金尊，我就活不过25岁吗？幸好他今日拒绝了我，没有夫妻之实，他日他也好另结良缘，改嫁他人。上官熙缓缓闭上眼，陷入昏迷。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你的脸色很难看。师傅曾言，千秋血内功可以压制寒骨之毒，可不能频繁使用，否则真气耗尽，武功尽失，成为一个废人的。万一哪天你武功尽失，那寒骨之毒便会犹如长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届时我就会死。师傅不是说了吗？只要找到九阳金尊，就一定能化险为夷。可是这么多年来，哪有一丁点九阳金尊的消息？他们甚至连九阳金尊长成什么样子都不知道。1等丫鬟4人，2等丫鬟16人，3等丫鬟若干，1等侍卫8人，2等侍卫12人，护院长工若干。多谢父皇、皇后娘娘赏赐。太子殿下、皇后娘娘说了，这些丫头您先用着，要是不喜欢，来日再帮您挑新的。让我看看有多少丫头啊！你们来的正好，我这太子府要修缮，正缺人手呢。你们呢，都听张管家指挥，拔草修园，扛砖砌瓦，把这些粗活都干了。一众下人面面相觑，都觉得自己好像听错了。1等丫鬟和侍卫怎么能去做粗活呢？奴婢舒克参见太子妃娘娘。你有话要说？奴婢姐妹4人是皇后娘娘亲自选拔出来，在内院侍奉太子殿下的，实在不会做什么粗活。不会就学啊，你也不是一出生就会说话的吧？现在不是也叭叭叭说的挺利索的吗？太子妃娘娘这是何意？我们是皇后选出来侍奉太子殿下的，太子妃将我们赶去干粗活，是不给皇后娘娘面子吗？你这话头，你们都是皇后的人了，那是自然。进了我太子府，那就是我太子府的人，觉得自己是皇后的人，那你就滚回后宫去。你们也是，太子府不养闲人，更不养心有二主之人，要么乖乖听话，咱们大家的日子都好过。谁敢跟我耍心机动心思，我有的是手段。太子妃，您未免太善妒了吧？太子身边岂能只有你一人伺候？然而燕卫迟却忽然抬起手，毫不迟疑地给了他一巴掌。我不仅善妒，我还擅长打人，打腻歪了，我还擅长杀人。奴婢可是皇后娘娘的人，你这般欺辱奴婢，就不怕皇后娘娘责罚吗？放心，在皇后娘娘弄死我之前，我一定先弄死你。张管家，今日就让他去刷茅房，把里面的污秽之物都掏干净了。明天这个时辰我要去看，但凡有一点破旧脏污，就让他给我舔干净。我不去，我不去。不去可以，立刻从太子府滚出去，永远不得再进我太子府的大门。忽然外面打起雷来，启禀太子殿下，太子妃她出门了。这也太危险了，师兄，我去看看吧。不必，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放在她身上。然而上官熙嘴上说不理会，可重新坐下之后，却已经静不下心继续谋划，终究还是没忍住，悄悄离开了太子府。他看到了一边走路一边放纸鸢的燕卫迟，上官熙有些看不懂他的行为，但是他却看懂了燕卫迟的行动轨迹。只见他一步步走去的方向不是旁处，正是二皇子上官离的府邸。随后他将纸鸢的线轴别在腰间，手脚并用的开始爬树。这丫头到底要干嘛？好生奇怪的小丫头，怎么爬到树上来放纸鸢？只见燕卫迟站稳之后，拉扯了一下线轴，确认纸鸢还好好的飞着。随后他手心一翻，一个弹弓出现在掌心。紫衣男子来了兴趣，侧身专注地看向燕卫迟，他将软球放在弹弓上，瞄准了上官离的府邸。他莫不是想用弹弓砸上官离的窗户？燕卫迟将那一个个软球都射在了上官离府邸的屋顶上，看到闪电才射出一颗球，球落在屋顶上的时候刚好打雷。随后他又将断线的尾端绑住一块小石头，最后将小石头用弹弓射向了上官离的屋顶。咔嗒一声之后，小石头带着纸鸢线落在了屋顶上，那闪电竟是不偏不倚地劈在了纸鸢上，那电光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顺着纸鸢线直接劈向了上官离的屋顶。只见那屋顶轰的一下瞬间燃起熊熊大火，场面骇人。快来人啊，房子被雷劈了，着火了，着火了，快去通知殿下，快救火啊！二皇子府邸瞬间乱成一团。成了，天降正义，这样上官熙就不怕老皇帝为难了吧？原来他大费周章还是要为他出口恶气，原来他竟是如此将他的话放在心里。好厉害的丫头，桐油、硝石、银线，竟是会如此巧妙的纵火方式。小爷我倒要看看你是何许人也。那场火少说也能烧掉他一整个偏院吧？
太子殿下去哪儿了？出去散步啊！电闪雷鸣，狂风骤雨，你出去散步？上官熙步步靠近燕卫迟，燕卫迟竟是有点心虚，步步后退。殿下，你想说什么就说，别靠那么近。上官熙本来还想逼他说两句实话，可当他垂眸看到燕卫迟双手上那些细碎的划痕时，竟是有些说不出口了。这些伤痕都是爬树造成的吧？燕卫迟，姑送你离开可好？离开？为什么？你我并无夫妻之实，只是情势所迫。姑可以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姑的身边不需要女人。好啊，那既然太子殿下放我自由，我可就不客气了。明日天亮之后我就走，不用你送。现在太子殿下请回吧。现在收拾，即刻离京。话音落下，上官熙便直接阔步而去。难道是因为我挡了他的美事，没有让那4个女婢对他近身伺候？走就走，谁稀罕？你好呀，小姑娘。燕卫迟刚要惊呼，那人隔空一点，竟是直接点了他的穴道。用银线引雷，用消石打火，用桐油助燃。小姑娘，你好厉害啊！刚刚那场火把哥哥我的衣裳都给烧了。我看你那个小郎君也不怎么喜欢你嘛，不如你跟我走，以身相许，算是你赔了我这件衣裳。紫衣男子话音刚落，便直接上前将燕卫迟扛在肩膀上，飞身而去。燕卫迟自以为手段高明，却不知也漏洞百出。上官离若是有心调查，他岂能跑得掉？一个谋害皇子的罪名扣下来，他未必护得住他。让天书派人将此信送去凤灵关，给吴天成。我要送燕卫迟去凤灵关。为什么啊？不好了，不好了！太子殿下，太子妃不见了。师兄，你跟他吵架了？随后看向敞开的窗户和窗台下面的水脚印。他不是跑出去的，他是被人掳走了。什么？掳走了？是皇后，是安国公，是他爹燕寒山，还是他嫡母明阳郡主？他当即也不再多想，直接冲进了茫茫大雨之中。师兄，你等等我，你的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淋雨啊！你抓我做什么？哥哥我的衣裳被你烧毁了啊！不就是一件衣服吗？我赔给你便是，你放我离开。哟，说的轻巧，这可不是普通的衣服，这是我娘亲手给我缝的，意义重大。那你说怎么办？简单，以身相许啊！神经病啊！你那个小郎君分明不喜欢你，姑娘又何必痴心错付呢？倒不如与哥哥我双宿双栖，做一对神仙眷侣。想到这里，燕卫迟就没来由的生气，好歹他也是上官熙的救命恩人吧，这家伙竟然对他用完就丢，哼！紫衣男子勾唇一笑，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看什么看？别以为我是好欺负的。他下意识攥住自己的手环，里面还有他用来防身的毒药。既然你不愿嫁给我，那我们做个交易如何？什么交易？你告诉我，你手上那个奇形怪状的镯子是从何而来，然后我就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神经！谁稀罕你叫什么名字啊？你若知道了我的名字，那我们就是朋友了，我自然不会伤害你，兴许还会帮助你呢。就是一个普通的镯子，我娘留给我的，不值钱。普通的镯子？那你告诉我，什么普通的镯子能从小戴到大，竟是还没有勒断你的手腕啊？燕卫迟微微一怔，这镯子他从小戴到大，可似乎一直是保持一个合适的尺寸。镯子也会长大吗？他试着将手镯拿下来，却发现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下。别费劲了，要是能拿下来，我昨晚上就拿下来了。哥哥我可没有窃取财物的习惯，我只喜欢偷香窃玉。一句话说的燕卫迟有些发愣。看你傻乎乎的，估摸着你也是真的不知道此为何物了。也罢，不难为你了。你要送我回去？在下花鱼，姑娘有礼了。我叫燕卫迟。去哪儿啊？我要回去了。周围都是树林，根本分不清方向。中了穿心透骨钉，你还能跑这么远，果然是条汉子。什么小孩的破玩具也想伤小爷，做你的春秋大梦。既然没有伤到你，你又如何会被我们追上呢？当初你逃出北印皇陵的时候，轻功可比眼下好多了。那眼前这些人都是北印人了，是渗透到离国的奸细吗？完蛋了，完蛋了，我不会被灭口吧？小爷我不就是顺手拿了个陪葬品吗？大不了我还给你喽，你们放他走，然后我就带你们去拿东西，如何？是你蠢，还是你觉得我们蠢？东西交出来，他可以走，你也可以有个全尸。若是不交出来，你们就做一对亡命鸳鸯吧。关我什么事啊？我也是被他抓来的。在人家小姑娘面前打打杀杀的，真是粗鲁。花鱼一边系帕子，一边开口问道：小时候玩过捉迷藏吗？站在原地数到100，然后来抓我。你赢了，我就送你回家。你输了，你就跟我浪迹天涯。若是摘下帕子，也算你输。接下来便是一阵血雨腥风的厮杀。什么狗屁透骨钉，还挺厉害的。
他抬头看了看还僵在原地数数的燕卫迟，勾唇一笑：“蠢丫头，不许拿下蒙面巾，继续朝前走，100个数之后再取下，你就能看到官道了。立刻走！”燕卫迟不敢有违，立刻缓慢朝前走去。只是他刚走了没几步，身后就传来砰的一声。你不是挺厉害吗？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伤得如此严重，你还跑跑跳跳的，你是不知道疼吗？花语想露出一个笑容，却两眼一黑，彻底昏迷不醒了。谁让你好端端的去偷人家墓地？他手心一翻，从手镯里拿出磁石，随后又拿起银针，准备给花语取钉子。算你小子运气好，若没有这个磁石，你得遭更大的罪。燕卫迟话音未落，便已经在花鱼胸膛上扎满了银针，确认封住他的穴道不会流血不止之后，他才用磁石小心翼翼地将他伤口里的透骨钉吸出来。就在他忙着救人的时候，上官熙带着于飞檐和叶天书都在忙着找他。好像有血渍。他屏气凝息，小心地沿着拖拽痕迹朝着不远处走去。只见一个容貌不俗的男子赤裸着上半身，虚弱无力地靠在石头上，而燕卫迟则覆盖在他身上，正面相拥。燕卫迟，吓死我了！原来是你们啊！亏他还担心了燕卫迟一整夜，原来他竟然另有相好，居然还在光天化日之下行苟且之事。大师兄，这边这个还没好呢，那边又晕倒一个。合着这古代的美男就主打一个病态美呗。燕卫迟，你到底在干什么？燕卫迟双手拿着绷带，手上还有血渍，很难理解吗？大师兄肯定是误会啦。误会什么啦？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过来看看大师兄的情况？他到底也没拒绝，连忙走到上官熙身边去给他诊脉。他发热了，明明吃药已经好了，怎么还反复发热？那还不是因为你大半夜的跑出去，大师兄本就旧伤未愈，昨晚还淋了一夜的雨，你说不怪你怪谁？哎呀，好了好了，别吵了，我们先回去再说。于飞檐将上官熙背在身上，随后便要离去。哎，等等，他怎么办？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要关心你的野男人？他不是我的男人，我跟你们太子殿下有名无实，昨晚还是他赶我走的，就算我此时此刻与旁人私奔，那也是拜他所赐啊。赶你走？我们遇到了北印的杀手，他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如此严重，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丢下他，你们要么带上他，要么自己走吧。天硕，带上他一起回去，此人身份不明，十分可疑。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便见到燕卫迟坐在床榻边，趴在他手旁沉睡。你既心系他人，又何必在姑面前屡献殷勤？太子妃之位对你来说就那么重要吗？燕卫迟一个机灵坐起身，紧张地看向上官熙，那双睡眼朦胧的大眼睛里带着些许迷糊和些许担忧。太子殿下，你可算醒了，我看看你还发热吗？放肆！你昨晚昏迷不醒，我给你泡了热水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你不嫌我放肆？你高热不退，我用烈酒给你搓五心，伺候了你一整夜，你不嫌我放肆？眼下人醒了，有力气了，又嫌我放肆？可若是没有我这个让你讨厌的人在伺候你，你早就不知道死几次了。与你何干？你既已经离去，就不该再回来。本太子的死活与你毫无关系。这可是你说的，那我可走了。上官熙别开脸，不予理会。这次走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燕卫迟将手上帕子扔在地上，阔步朝着门口走去。既然他另有良缘，当然应该放他走。他叹口气，垂眸看到地上的帕子，他莫名觉得燕卫迟丢下的好像不仅仅是帕子，还有他。他缓缓弯腰，伸手将帕子捡起来。你怎么回来了？因为我看到某些人一见到我就两眼放光，根本不想我走呀。胡说，我可没说是你啊。好了好了，别闹了，你根本就不想我走。你若真的想要赶我走，那你前天夜里又怎么会找我一整夜呢？上官熙有些回避燕卫迟的眼神，因为不知如何为自己辩解。全身上下嘴最硬。你说什么？我说我知道太子殿下在担心什么，给你诊过几次脉了，早就发现你体内寒毒深入脏腑，所以太子殿下是担心倘若你死了，我会无人庇护，对不对？他眉头紧锁，双唇紧抿，不肯说一个字。我虽然对寒谷之毒并不了解，过去也从未接触过，可我相信万变不离其宗，在找到解药之前呢，我是不会让你死的。他的母亲也是这般，温柔而强大，美丽而坚强。好。什么？你很吵。我是很吵，但是你很好。他一直没醒。没错，一直没醒。听燕卫迟说，他中了7枚北印的透骨钉，失血太多，才昏睡不起。可知道他的身份？燕卫迟说他叫花鱼，但是具体身份并不知晓，是花鱼突然出现把他掳走的，说是让他赔偿衣服，但是二人在路上遭逢北印杀手的围剿，随后花鱼便舍身相救，最后便是我们见到的那番场面了。
师兄，你昨天气晕过去了，没看到后面？其实燕卫池并非与他相拥，只是在帮他缠绕绷带。谁说本太子气晕过去了？我有什么好生气的？云飞也忍不住想笑，这语气分明就是很生气，好不好？下官经诏府捕头江墨参见太子妃娘娘。这是怎么回事？不方便穿衣服。他总得衣着得体才能离开房间啊。那你不要乱动手臂。上官熙点点头，竟是难得的乖顺。这太子不是统领三军的主帅吗？他怎么看着好像还有点惧内？不知太子妃可曾听闻前天傍晚二皇子府失火一事？听说了，被雷劈的嘛。这得做了多少亏心事啊，让老天爷都看不下眼了。起火的原因确实是因为雷电。经过事后调查，发现是有人在二皇子府衙撒了助燃的桐油，才造成如此惨烈的场面。天啊，真的啊？谁这么坏啊？快点抓住他！二皇子的意思是怀疑此事与太子妃有关啊？我？二皇子说前些日子与您产生了一些矛盾，然后事发之前还有人曾经看到你出现在二皇子府附近，所以就怀疑我。江大人，您刚刚也说了，那助燃的可是桐油啊，桐油在咱们大黎国可是严谨私下买卖的，我哪来的本事买到桐油啊？那不知太子妃那日可否去过二殿下府邸附近？我去过，有谁规定我不能去那附近转转吗？可当时天色已晚，风雨将至，你为何去那边？因为太子殿下跟我吵架，我一时生气就跑出去了。那我在气头上呢，也没注意自己朝哪儿跑了，跑累了我就回来了呗。这丫头还在记我的仇呢。确有此事，我敬你是条好汉，居然敢跟太子吵架。下官已经了解情况了，就不过多叨扰了。下官告辞。嫂嫂，你是不是应该跟我们说点什么？你们不是都猜到了吗？燕卫池瞥了一眼上官熙，发现他正定定地看着他。好，我说是我做的，只是我也不知道事情会闹得这么大，死人了吗？据江墨所言，有人在救火过程中受伤，但是并未造成任何人死亡。那就好。你本事可真大，哪里弄得那么多桐油？我觉得上官离那个混球有问题。我当日确实带了桐油，可我的桐油是自己用桐树果来压榨的，所以我也就弄了一点点，但是顶多烧他一间房，根本不可能烧了2/3的府邸。二皇子府可能本就囤积了大量的桐油。聪明，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桐油乃是军中之物，上官离私藏桐油，不知意欲何为。别乱动了，好不容易伤口愈合了，再弄裂开。你关心我啊？别胡说八道了，你现在是阶下囚，你知道吗？太子府的阶下囚？太子自己都自顾不暇，还有功夫关我一个江湖浪客？自顾不暇？上官熙的太子就是个名头而已，要不是老皇帝死命护着他，要不是他血脉特殊，他早就不知道死多少回了。你倒是颇为了解，你到底是什么人？那个上官熙的生母是圣衣族人，而且是当时圣衣族的圣女。而如今圣衣族只剩下上官熙一人了，难怪上官熙已经被判了死刑，陛下还要送一个女人进去，给他留下血脉。你跟我说这些，到底要干嘛？你还没告诉我，你究竟是何人？你认得那个镯子吗？你是因为这个镯子才路劫我的？不然呢？你认得这个镯子？那是岳家的传家之宝，此物正是岳从容留给燕卫池的。你难道也是岳家人？岳家当年并无幸存者，我不是岳家人。那你是何人？又为何来找我？这是花岳两家的定亲信物，名唤比翼镯。重要的是，你是我的未婚妻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可没胡说八道。我尚未出生的时候，花岳两家就定下姻亲。这比翼镯是你舅舅亲手送给我娘亲的。少胡扯了，我又不姓岳。你可以不认账，可双飞镯是物证，戴上此物，你我注定是夫妻。若不能阴阳相合，你这辈子都拿不掉这手镯。我不相信你的鬼话，你伤势痊愈之后，最好立刻离开。你不相信我的鬼话，那你相不相信当年岳家通敌叛国是被冤枉的？燕卫池脚步一顿，随后又抬步离开了客房。这么有趣的小丫头，我怎么能让给上官熙那个病秧子呢？许有朝一日，他可以借助上官熙的权势来查清岳家当年的案情。在想什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敲过了，是你没有听见。你去看过那个叫做花鱼的男子了？我去给他送了一副药，他毕竟救了我一命。他不是救了你一命，他是连累你差点丧命。你真的不认识他？初次相见，真的不认识。此人来历不明，以后不要与之接触。太子殿下还有事儿？睡觉啊？燕卫池以为自己听错了。姑来找你一起睡觉。太子殿下，你要不要这么直白？为了避免你再被劫走，只能让你待在姑的身边，最安全。原来是为了保护我啊。不然呢？没事，我觉得我可以保护自己。太子殿下，还是回去睡吧。宽衣，还愣着做什么？燕卫池无奈，缓缓走上前，伸手去扯上官熙的腰封。那一双小手在上官熙胸前腰侧反复摩挲，摩挲的上官熙心跳都快了几分。笨死了！我又不是经常给男人脱衣服，不会脱不是很正常吗？
我去给殿下准备热水沐浴。我放些草药，有利于外伤愈合，你慢慢洗啊。上官熙抿了抿嘴，没回应。真是高冷，要不是看你长得帅，我才懒得伺候你。他垂眸看向水面上的自己，好色之徒。只是他没想到，等他沐浴之后出来的时候，发现燕卫迟竟是已经睡着了。心怎么这么大？你对姑就一点戒备都没有吗？还是说你对任何男人都没有戒备？上官熙，你别赶我走，别赶我走，我不想回猪圈了。或许姑应该给他多一点信任。可上官熙怎么也没想到，燕卫迟睡相如此不安分，一个翻身又把他抱在怀里了。上官熙无奈，轻轻拿开燕卫迟放在他身上的手臂，燕卫迟却不依不饶，非但将手又放回去了，还深入上官熙的衣襟儿，直接覆盖在他宽阔的胸膛上。燕卫迟，你是不是故意的？别以为本太子真的就是君子。眼看着燕卫迟没有丝毫反应，仍旧沉睡，上官熙也是满心无奈。次日一早，上官熙是在一阵温暖而柔软的触感中醒来的。他有些贪恋于这样的感觉，常年被寒蛊之毒困扰，又修炼千秋雪那样至阴至寒的内功，他总觉得自己很久没有体会到温暖二字了。上官熙缓缓睁开眼，便看到搭在他腰间的手臂，可是他怎么没穿衣服？睡觉之前不是穿得好好的？该死的，他的心思又乱了。他急忙抽身而出，逃似的离开了燕卫迟卧房。大师兄，这么早起来练功啊？是啊，你也这么早？你怎么不穿好再出来？别又染了风寒。那我先进去穿衣服。太子呢？我衣服呢？啊！太子妃娘娘，您起身了吗？太子殿下呢？太子殿下刚刚练完功，此刻正在前厅等着太子妃一起用早膳。看来他昨晚应该没有留宿在这儿。对，一定没有。我这裸睡的习惯到底什么时候能改掉？睡觉之前明明穿得好好的，睡着睡着就都脱了。这古代人都会武功，悄咪咪进入别人房间如履平地，万一被人看去了，那我可真是要晚节不保了。师兄，你今日一早有些不对劲儿啊，魂不守舍的，怎么了？没什么，有些担心同游的事。太子殿下，你昨晚估见你睡着了，不想打扰，便离去了。你睡得可还好？好着呢。太子殿下，双寒院的床已经换好一张大的了，您今晚可以跟太子妃搬回去了，不必挤在若初院了。众人瞬间僵在原地，房间里的气氛变得无比尴尬。你们昨晚吃饱了就跟我出门。苍天啊，他都干了什么啊？你听说了吗？太子把婉晴叫去双寒院了。咱们这些宫里出来的，从来没人能进入双寒院，太子怎么对他如此另眼相看啊？这怎么行？他这个太子妃可以是闲着的，但绝对不可以是绿着的。他万万没想到，刚进门就看到婉晴朝着上官熙怀里靠。啊，殿下！上官熙竟是也没推开他。你怎么样？没事，奴婢不该冒犯殿下，奴婢知错了。无妨，没事就好。你何时来的？奴婢参见太子妃娘娘。娘娘，您千万别误会，奴婢刚刚……我要误会什么？误会奴婢和太子殿下论样貌、论身材、论家世、论本事，你哪点值得我误会？说来听听。奴婢不敢跟太子妃比，奴婢知错了。你退下吧。恃宠而骄，恃宠而骄啊！你来找姑何事？没事儿，我不能来，耽误太子殿下红袖添香了。房间里窜进来一只老鼠，他刚刚只是被吓着了。燕卫迟不回话，似笑非笑地看着上官熙。有什么话就说，你这是什么眼神？没什么眼神啊，我只是想仔细看看太子殿下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一只老鼠而已，房间这么大，他哪儿不好躲，非要往你怀里躲。师兄，你都20好几了，那燕卫迟又是陛下宣告百官的太子妃，就算做了什么也实属正常。你再说。这男女之事啊，我也不太懂。师兄若是有什么困惑，还得去问天书。男女之事，他可以无师自通，好不好？还需要去问？他现在是过不去自己心里的坎。他若碰了他，等他死了之后，燕卫迟又要如何自处？最近京城都流行一句话，说是这世上有形形色色的人，可咱们的太子殿下只能形形，不能色色了。你这都是听谁说的？这可是太子妃亲口说的。那咱们大离国岂不是要断了血脉了？这太子虽然回京了，可回京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做太子，说不好啊。你别生气啊，当日那种情况，燕卫迟也迫不得已。什么只能形形不能色色，这种话也是能说出口的，毫无规矩。师兄，燕卫迟这番话只在宫里说过，照理来说不会传得这么快，这背后多半有人推波助澜。是安国公，
他想以此消息逼迫父皇易楚。这么说来，你就更不能放着燕卫迟只看不吃了啊！赶紧跟他生个小皇孙，才能堵住天下人悠悠众口啊！胡说八道什么呢？我若是与他行夫妻之礼，那岂不是证明了他之前在御前说谎？这可是欺君之罪。那可怎么办好啊？总不能让这谣言越传越离谱啊！本太子要让他们无暇再肆意造谣。你既然看得出他心思不纯，又何必与姑在这里阴阳怪气？太子殿下，我虽然不知道你为何纵容他靠近你，我燕卫迟不受这份气。你可以欺负我，但是你不可以绿了我。欺负你如何？我说的是，你可以跟我闹别扭，也可以跟我吵架，但是你不能给我戴绿帽子。这种欺负，本太子不屑去做。可否还有别的方式让姑来欺负你？别的方式？神经！我为什么要让你欺负我？明明是你自己刚刚说过的话，竟是不承认。时辰不早了，殿下洗洗睡吧。燕卫迟的前脚刚要踏过门槛，忽然觉得腰身一紧，一阵天旋地转之后，燕卫迟竟是直接被上官熙打横抱起来了。没有说完就跑的道理，在本太子这儿，每一句话都要说到做到。上官熙便抱着他朝着床榻走去。太子殿下，你冷静点，要不我把婉晴给你叫回来。姑很冷静，眼下不冷静的是你。殿下，你这是干嘛？你是恼了我吗？乖乖听话，我们就只聊聊天。换言之，你若使劲折腾，那本太子就要折腾你了。真的就盖棉被纯聊天？你还期待别的？没有。殿下想聊点什么？你觉得姑叫婉晴过来是为了什么？我猜猜啊，最近外面传太子的谣言，传得挺厉害的，太子一定是想平息谣言。继续。而婉晴又是皇后送来的人，所以我猜殿下应该是想将计就计，借婉晴的口传个消息给皇后他们。哦，我知道了，殿下一定是想让婉晴告知他们你在调查二皇子府的同游，他们必然着急隐瞒事实真相，便无暇再去散播殿下的谣言了。这个丫头果然聪明，你既然猜得到，为何还要坏本太子的好事？我可没想坏太子殿下的好事，我就是看不惯有人投怀送抱。你的一句看不惯就把那婉晴吓着了，你说吧，此事怎么办？殿下这是怪我了？是谁说本太子只能行刑不能色色的？想要让外人不传殿下的绯闻，殿下就得弄点动静出来。什么动静？摇床！你们这些做皇子的，不是13、14岁就有教习宫女教你们男女之事了吗？弄点什么动静还用我教你？燕卫迟，你很懂啊。我可不懂，我觉得你应该懂。本太子自幼从军，洁身自好，哪里来的什么教习宫女？本太子让你想个办法把同游的事情散布出去，没有让你想办法毁本太子的名节。原来上官熙还是个处男啊，难怪长得这么可爱。你这是什么表情？不信姑？我相信你。太子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老皇帝，我说陛下他对你既看重又轻视啊？如今大离国的朝政大权掌握在安国公手上，军中大权掌握在长信王手上，父皇在朝中早已经被架空了权力。陛下可是皇帝，怎么会落得如此被动的局面？此事说来话长。上官熙却很愿意跟燕卫迟聊天，听着他银铃一般的声音，看着他清纯可爱的容貌，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上官熙感觉十分温暖。这家伙受了这么重的伤还能逃了，真是不简单啊！你们说花鱼走了？怎么，你舍不得？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只是觉得奇怪，他的伤还没好，跑出去做什么？这里好吃好喝的不好吗？他走了也好，身份不明还惹上北印的杀手，留在此处只会招惹麻烦。燕卫迟带着二人来到一个卖雨伞的摊位。这不就是普通的油纸伞，有何特别？桐油可不仅仅用来杀人放火，它的用处可多了，而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油纸伞。众目睽睽之下，你收敛一些。哦，那回府之后，殿下就可以让我为所欲为了。毫无规矩，不成体统。这把伞我要了，你们付钱。燕卫迟转着小雨伞，蹦蹦跳跳地朝着远处走去。上官熙看着他的背影，又忍不住垂眸看了看自己的手臂。师兄双颊绯红，目含秋波，整个一副春心荡漾的模样啊！师兄，你惨了，你动心了。胡说，肯定是让我说中了。不行，我得找天书，让他给你补上一卦，看看这到底是桃花运呢，还是桃花劫呢？话音落下，于飞檐也朝着燕卫迟离开的方向追过去。上官熙看着二人的背影，难得的勾唇浅笑了一下。这2个镯子都不错，您要是2个都拿着，我给您打个折啊。这2个镯子我要了，给我包起来。燕卫迟循声望去，就看到一脸盛气凌人的燕青书带着婢女成儿走过来。平邑侯府的大小姐也能看上这种街边货？本小姐自然是看不上街边货，可既然你看得上，那看来
我拿他们赏赐下人，也不算失了体面。不管他出多少银子，本小姐都给双倍。哟，真的啊？那你今日怕是要荷包大出血了。我刚刚已经跟他商量好价格了，这2个镯子我出1000两。胡说八道，这2个镯子怎么就值1000两了？值或不值，不在于物品本身，而在于我的心情。少在那打肿脸充胖子了，你根本身无分文。燕卫持见他那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不紧不慢地从怀里拿出一叠银票。哎呀，说来也是巧了，今日出门，太子殿下刚好给我1000两。燕卫持将银票放在摊位上，你且收着便是。哎呀，瞧我怎么忘了，这平邑侯府的小姐是要出2倍银子跟我争的。燕青书，你的银票呢？燕青书咬牙切齿地看着燕卫持，堂堂平邑侯府嫡出的小姐，不会连这点银子都拿不出来吧？发生何事？没事没事，我就是买了2个镯子，然后他非要跟我争，刚刚夸下海口，眼下又囊中羞涩，这不活脱脱一个笑话吗？你胡说，本小姐只是不屑于将银票带在身上。程儿，回府取银票，本小姐就在这等。他是谁？燕青书看呆了，你的品味真是差强人意。你喜欢镯子，改日姑帮你挑。你是太子啊。殿下，人家选手镯的眼光确实不好，可人家选夫君的眼光，那可当属天下第一呀。明明知道燕卫持在做戏给燕青书看，他心里竟是仍旧被他的甜言蜜语取悦了。太子怎么可能长得如此玉树临风？太子不是个有勇无谋的武夫吗？这也太好看了。喂，燕二小姐，这可是我的夫君，收敛一点，收敛一点哈。燕青书回过神，瞬间无比尴尬。小姐，夫人给的银票。今日是小女失礼了，太子殿下莫怪，改日小女定然登门致歉。唉，又是一只狂蜂浪蝶啊！娘娘，您今晚不去双寒院了吗？老奴刚刚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婉晴还在太子身边侍奉着。殿下写什么呢？上官熙拿了一张空白的纸，盖在自己书写的纸上面。君报。我不能看，女子不得干政。太子殿下偏心，凭什么他一个丫鬟可以看，我这个做太子妃的却不能看？你不要总是为难她，她并没有做错什么。好了，回去休息了。你给我等着，有你的苦头吃！太子殿下，等等我嘛！好好在这待着，仔细听着我是怎么服侍殿下的。等我叫你，你才可以进来，记住了没有？伺候男人的事儿，我还能比你差了去。太子殿下但凡尝过我的滋味，就再也不会碰你这个粗鲁蛮横的女子了。哼！你带他来做什么？殿下，妾身伺候殿下沐浴吧。殿下你别急，我们洗完再做嘛。上官熙忍不住扶额，他可没心思跟燕卫持演这出戏。殿下，你配合一下嘛。若不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们在颠鸾倒凤，那外面的人如何敢恣意行事啊？所以你是故意带穿红来监视我们的？不然呢？让他知道我们都在房中就好，也不必做戏。殿下，夜深人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咱俩不闹出点动静来，外面的人会怀疑的。谁说共处一室就一定要闹出动静？我们下棋不行吗？殿下，我可是猪圈长大的，大晚上的您跟我下棋，你猜猜暗处的人信不信啊？是你把奸细想得太笨了，做戏总是要做全套的。宽一，我来。不是你非要做戏，我这是说给门口那人听的，我们声音上弄得像一点，倒也不必真的做什么。做戏做全套，要不就不做。进来伺候啊！还愣着做什么？不是要跟姑一起洗吗？燕卫持想了想，捂着眼睛走进了二房。上官熙坐在浴桶里，浴桶上面飘着一层花瓣，遮盖了水中景象。过来，喊什么？又不是第一次了。虽然知道是说给川红听的，可燕卫持还是忍不住有些尴尬。燕卫持拿着帕子走到上官熙身边，将帕子沾了热水，小心翼翼地擦在他肩膀上。殿下，舒不舒服呀？尚可。那殿下，人家伺候的好不好呀？还可以更好些。那殿下觉得怎样才是更好呢？像婉晴那般温柔小意一些，深得我心。不过你也有你的好处。燕卫持白了上官熙一眼，下手的力道也大了许多。是吗？那太子殿下说说，我有什么好处啊？你热情奔放，也深得我心。就在燕卫持疑惑的时候，却被上官熙攥住了手腕。等他再想挣扎的时候，整个人却突然被拉扯入浴桶中。啊！殿下，你干嘛啊？燕卫持睁开眼睛，看着面前赤着上身的上官熙，竟是前所未有的心慌起来。
叫啊，太子妃叫的真好听，姑很喜欢。你叫的越大声，姑就越兴奋。燕卫迟一时间不知道是上官熙入戏太深，还是他真的要假戏真做。他只是一边做戏给外面的人听，一边顺便看看燕卫迟的胆量究竟有多大。事实证明，他就是个纸老虎。你伺候的不错，洗干净到床榻上来，我们再来一次。这么大动静，太子殿下一看就勇猛无敌，哪里就不去了？外面的话都是谣言，希望等下太子妃体力不支，我就可以进去了。一长两短的敲门声很快得到了门外的回应。有何发现？太子今日写信给军中，让他的贴身侍卫回京，并且带上他这些年的军饷，说是要盘下一个工坊送给太子妃作为私产。可有说是什么工坊？似乎是个做油纸伞的工坊。太子殿下对我颇为维护，太子妃屡屡发难，太子都会帮我解围。可是太子也从未冷落太子妃，几乎是夜夜春宵。太子对你另眼相看，那是因为你名字里的一个情字与太子亲妹妹相同。他果然并非不举之人。燕卫迟躺在床榻上迷迷糊糊的昏昏欲睡。不要，太子殿下轻一点。这门外的川红早就睡着了。燕卫迟这戏竟是还没唱完，他又不是真的不举。燕卫迟千娇百媚的低吟浅唱，几个男人受得了？消息已经传出去了，那个婉晴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府上除了你、我和尉迟之外，也就只有张嬷嬷和张管家值得信任。哟，尉迟，这叫的这么亲密吗？少废话，去告诉天书，接下来的事情要靠他了。老爷夫人，你们快看看小姐吧，小姐从集市回来之后便一直在发火。发火？为何？不是给他银票了吗？爹爹骗我，爹爹坑苦了我。舒儿啊，你这话从哪儿说起啊？舒儿，到底发生何事？你说清楚，娘亲一定替你做主。那女儿想把太子抢回来，娘亲也能做主吗？舒儿，你说什么呢？那太子本就是陛下指婚给我的夫婿，可爹爹你却跟我说太子其貌不扬，所以我才同意让燕卫迟那个小贱人去替我。可我今日在街上见到太子了，简直荣冠四国双城，燕卫迟凭什么抢我的夫君啊？那太子殿下说起来身份贵重，可他没有母族，在京城孤木难支，他那个位置做不了多久的。再说他的身子中了天下奇毒，这样的人随时都会撒手人寰。可他明明看起来很好啊，不止容貌状态很好，就连对燕卫迟也那么温柔小意。这朝中哪一个皇子的身家背景都比那上官熙有过之无不及。我就是喜欢太子。喜欢也没用，他是个短命的。太子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这二殿下才是你的良配啊。没错，自然要匹配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从今日起，你就睡在这儿。燕卫迟看了看宽大的新床，又看了看窄小的矮榻。殿下跟我睡在一起，很挤吗？上官熙眉头紧锁，不是很挤，是心里很焦躁。没人告诉你，你睡觉很不老实吗？我又没跟别人睡过，谁来告诉我？那姑现在告诉你，你睡觉很不老实，影响到我了，所以今日起你睡这里，你不能回去睡。一来是你一个人不安全，二来我们夫妻分开惹人怀疑。那好吧，我就勉为其难，委屈一下自己。上官熙见他乖巧，拿起衣服径自去耳房沐浴更衣。等他洗完出来的时候，却发现燕卫迟不在房里。你干什么去了？我去拿药啊。哎呦，太子殿下，你这胸肌也练得太好了，疼死我了。来吧，脱衣服。外伤都已经好了，何故再上药？之前是止血消炎的，现在是祛疤美颜的。姑不需要祛疤，这可由不得你，我负责的病人必须要负责到底才行。话音落下，燕卫迟便用手指挑起药膏，缓缓涂抹在疤痕上。可燕卫迟的动作轻轻柔柔，实在有些瘙痒。上官熙实在有些受不住，一把攥住了燕卫迟的手腕。怎么疼？姑自己来。来什么来？前面的伤你姑且看得到，难不成你后背也长眼睛吗？就在燕卫迟的手指落在上官熙小腹上面的时候，上官熙终于忍无可忍。你就不能重一点？旁人上药都要轻一点，太子殿下怎能要重一点？燕卫迟迷惑地眨眨眼，随后稍微用力戳了一下上官熙的腰间。这样够重吗？燕卫迟，你是不是故意的？别以为姑真的不敢碰你啊！碰我？不懂，那姑让你见识见识。燕卫迟便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已经整个人被打横抱起。殿下，你这是干嘛？上官熙不由分说地将他放在床榻上，猝不及防地起身而下。殿下，冷静。你对姑上下其手，
摸摸索索，你让姑如何冷静？我就是单纯想给你上个药，要不下次让于世子来。上官熙听到这话一阵无语，明明气氛还算好，提什么于飞檐，煞风景。以后不许随便给男人上药啊？为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你不懂吗？可他是大夫啊，大夫疾病救人还得先看性别。上官熙却忽然抬手点住了他的穴道。殿下，你……看来你是真的不懂，那今日姑就亲自教教你。殿下，你冷静一点。上官熙拿起燕卫池丢在床榻上的药瓶。姑很冷静，现在不冷静的人是你。只见他伸出修长的手指，轻轻挑起一抹药膏，随后轻轻擦在燕卫池的肩膀上。现在懂了吗？懂什么？上官熙的手指顺着他光滑的肩膀缓缓下移，挪到锁骨上轻轻摩挲。这样懂了吗？我应该懂什么啊？他无奈的不仅仅是燕卫池的迟钝，更是无奈于自己的反应。燕卫池再不懂，他就要忍不住了。上官熙的手指顺着燕卫池的锁骨继续缓缓下移，便来到燕卫池那小衣的上沿。这样还不懂吗？他懂了。他明白了，对于他来说，上药就是单纯的上药，可对于上官熙来说，他上药的手法却似乎在传达着魅惑的讯息。我懂了，殿下不必再教了。上官熙解开了燕卫池的穴道，燕卫池立刻推开他，拢住衣襟，忙不迭地跑了出去。难道说他伺候的不好，被殿下赶出来了？这不是给我机会了吗？殿下，奴婢进来伺候你，可好？本来就心焦气躁，听到川红的声音，更是满心烦闷。滚！殿下若是不疏解一二，对身体不好的，殿下若是不愿意碰奴婢，奴婢还有别的功夫。上官熙忍无可忍，一掌打向房门。啊！我这是怎么了？真的是年纪大了，寂寞太久了吗？他是不是觉得他在勾引他？终于意识到这里是古代，他做事应该把握好尺度，可不能再这般引人误解了。刚刚他那个样子看起来好危险，可是又带着一点迷人。只是这节奏未免太快了，总要拜了天地，总要彼此表明心意，才能算是真的夫妻吧。别想了，烦死了！干杯！燕卫池举起茶杯，欢喜地跟众人庆功。大师兄怎么不高兴呢？今日我们大获全胜啊！折断了安国公的羽翼，还让杨云峰当成了吏部尚书，此消彼长，我们胜了2子啊！表面看来确实如此。表面？那里面是什么？里面大概就是对方已经起疑，接下来我们想做什么，更加举步维艰了。太子府里那4个美婢的话，只怕二皇子不会再信了。小嫂嫂此话有理，不过能摆上官离一道，总是值得高兴的。那是当然，只可惜我不能上朝，不然我一定要看他的脸色到底有多精彩。哎呦，真的是好精彩啊！他今日险些在殿前晕倒。燕卫池夹了一个鸡腿放在上官熙碗中，上官熙见状没有拒绝，而是把盘中的另外一个鸡腿夹给燕卫池。你也要一口一口吃，不要狼吞虎咽。二人之间的互动平淡，却又透着一股子小甜蜜。太子殿下，婉晴她投井了。什么时候的事儿？还活着吗？什么时候的事儿？老奴也说不好。她跳的是下人院子里的那口枯井，摔死了。婉晴头上都是血，目测应该是摔到头，流血过多致命的。然而燕卫池却在他脖颈处发现一条红色的勒痕，紫红色勒痕是生前造成的。肯定是二皇子上官离吃了个大亏，所以来杀人泄愤了。府上下人意外去世，应该如何处置？如果有家人的，就送回家中，府上多给一些银子做安置费；若是没有家人，那就送去义庄。婉晴有家人吗？身如柳絮随风摆，奴婢几个都没有家人了。那就送去义庄吧。舒克，这件事交给你了。上官离也太嚣张了，居然敢在太子府动手，这分明就是在给我们下马威啊！婉晴是被勒死的，勒死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姑娘，能有多难？她房里的几个姐妹就能做到。不会吧，她们几个看起来都挺柔弱的。柔弱怎么能惹得太子殿下怜爱呢？不过在你死我活的局面下，再柔弱的人也会做出残忍的事儿。你相信舒克？现在说信不信任还为时过早，不过他既然来投诚，我总得加以利用。殿下这么关心我，是不是可以让我上床去睡啊？这里太窄了。不行，明日给你换一张大的睡觉。这家伙也太不会怜香惜玉了。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等他彻底睡着的时候，整个人都被上官熙抱到了床榻上。就今日，再纵容他一日，明天一定换个大的矮榻给他。真是中了你的毒。上官熙将燕卫池的手挪开，自己跑到矮榻上自我折磨。
太子殿下，你没睡好吗？他哪里是没睡好，他是根本就没睡。爱他伸不开腿，回到床榻上，那燕卫池又一直抱着他，摸着他，让他怎么睡啊？刚进门就看到燕卫池衣衫半解，正对着铜镜给自己的后腰擦药酒。大惊小怪，我们是夫妻，有名无实而已。殿下怎么进来不敲门啊？这是姑的卧房，没听说有人回自己卧房还要敲门的。你受伤了？那个马车也太硬了，太颠簸了，过个沟沟坎坎，把人五脏六腑都颠出来了。衣服脱了，趴下。啊！只是不想听你大呼小叫的哀嚎，影响姑休息。上官熙叹口气，将药酒倒在掌心里，随后双手覆盖在燕卫池的后腰上，力度适中的揉搓。啊！疼了？不是，这次不是疼的，是舒服的。殿下，你技巧好好啊！姑14岁征战沙场，什么样的伤没受过？我擦的药酒比你喝的米酒都多。啊！殿下，你轻点，轻点啊！舒克姐姐，我看这太子十分宠爱太子妃，咱们怕是没机会了。你先睡吧，姑去沐浴。殿下不是洗过了吗？你以为擦药酒不用费力气吗？姑一身的汗，睡着不舒服。上官熙泡了一会儿冷水，觉得自己冷静下来，便从耳房走出来。可他临睡前看了一眼燕卫池，却惊讶地发现燕卫池的白色的亵裤上竟是布满的血渍，他受伤了。卫池，醒醒，醒醒！怎么了，殿下？哪受伤了？怎么这么多血？他隐隐感觉小腹坠痛，随后也伸手去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裤子。燕卫池瞪大眼睛，好半天都没回过神。你说话啊，哪里受伤了？来人，快来人！片刻后，张管家和张嬷嬷一起跑过来，就连于飞檐都迷迷糊糊地冲进来。飞檐，快去请大夫。等一下，我没事儿，我没受伤。没受伤，怎么会有这么多血？要命的尴尬。嬷嬷，我没受伤，我是那个来了。好了好了，你们快去出。这里交给老奴。尉迟到底怎么了？少女来魁了。殿下恕老奴多嘴，殿下正值壮年，可娘娘她还是有些年幼，有些事儿不能用力过猛。老奴看到娘娘的后腰都淤青了，您也轻点掐。他什么时候掐燕卫池了？他只是给他上药啊。改日老奴送殿下一本闺房秘录，凡事可以换个姿势。进门的时候，刚好看到燕卫池捂着肚子从床上下来。别动，既然身子不舒服，你还乱动什么？燕卫池尴尬地指向矮榻，表示自己要回去睡。今晚就在床上睡吧。怎么了？是不是很难受？肚子疼。要不要找大夫？殿下，我就是大夫啊，这种事儿只能忍着。那姑能帮你什么？殿下，帮我揉揉。上官熙当即点了点头。燕卫池也没迟疑，拉住上官熙的手腕，直接覆盖在自己的小腹上。你倒是不客气。我手脚冰凉，要不也不劳烦太子殿下了。上官熙缓慢地在燕卫池小腹上打着圈，只是这揉着揉着，燕卫池忽然平躺着了，这就导致上官熙的手一不小心伸进去了。殿下，揉归揉，你可别占我便宜啊！姑若是要占你便宜，摸的就不是这个地方了。燕卫池忍不住有些脸红，却也不敢开口反驳，搞得人家心里七上八下的，莫名其妙的感觉。燕卫池的呼吸渐渐变得平稳而绵长，很快便陷入了沉睡。而上官熙也不知不觉地摸着燕卫池柔软的小肚子睡着了。夫妻之间的关系似乎因为这个小插曲更亲近了一步。殿下出门之前叮嘱过，让娘娘好好在府上休息，给娘娘准备了红糖生姜水，还有花参母鸡汤，都是补气补血的。燕卫池抿嘴一笑，心想着上官熙看起来冷冰冰的，心思还挺细腻的嘛。快去看看殿下。糟了，师兄毒发了。别碰我！师兄，快用千秋雪的内功把寒毒逼出体外啊！经脉封锁，无法调动真气。秦大夫，你之前说青藤香会让师兄无法动用内力，不过也就5日左右，药性就会随着人大小解排出体外。谁知道殿下竟然如此不走运，连5日都没撑过。那现在怎么办啊？眼看着上官熙渐渐闭上眼，燕卫池焦急地走上前，试图拉住上官熙的手。走开！燕姑娘，别过去，你一点武功也不会，根本承受不住寒毒，顷刻就会被冻死。没想到上官熙毒发的时候，竟然如此猛烈而凶险。为今之计，只能用最后的法子了。那你快说啊，磨磨唧唧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最后的法子只怕有些不体面，命都快没了，要什么体面？那就是激发太子殿下的内热。秦香如摸了摸鼻子，从怀中掏出一本书，放到上官熙腿上。殿下，慢慢看，此物或可让殿下激发内热。什么书啊？内功心法吗？让殿下自己看吧。你拦我做什么？他自己也没办法翻书啊，我去帮他。
这不是有燕姑娘呢？走走走，我们出去。上官熙已经看清了腿上那本书的封面，上面赫然写着闺房秘录。别看，燕卫驰已经翻开第1页了。好家伙，第1页就是老汉推车。原来这就是内热。你也出去。我出去？你怎么看书啊？你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这古代的毒已经够稀奇了，解药竟是也这么奇葩，真是学无止境啊！眼看上官熙要闭上眼了，燕卫驰急忙跑到他面前，翻开第1页给他看。上官熙羞愤欲死，根本看不进去。殿下，你倒是看啊！没有内热你会死的。那你不看，我就给你解释啦。上官熙艰难地抬眼看向燕卫驰。这云雨第一式叫做老汉推车，2人衣衫进退之后，男子从。闭嘴！呀，殿下，你脸红了，是不是有感觉热了？燕卫驰尝到了甜头，当即开始滔滔不绝、绘声绘色地描述书中内容。该死！就是没过多久，便已经全身燥热，血脉奔张，简直如同发烧了一般。小嫂嫂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清啊？听清就麻烦了。秦相如，你到底给我大师兄看了什么内功心法？我不能学。至于你能不能学，那得问太子殿下，说不定能学出个百子千孙呢。啊！怎么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事儿了？哐当一声巨响，让床榻上的一双男女瞬间僵在原地。于飞言也没想到，他居然会看到上官熙将燕卫驰压在那儿的模样。大师兄，你融化了！燕卫驰羞愤欲死，用尽全身力气推开上官熙，头也不回地冲出房间。原来上官熙依旧守身如玉啊！给本太子滚出去！刚刚他挣脱毒性的束缚之后，竟然难以自控地把燕卫驰拉入怀中。倘若男女之事压制毒性，那我岂不是可以不用担心自己快死了？只要跟卫驰正常亲近，行夫妻之礼，就能化解寒毒。想到这里，上官熙眼睛一亮，忍不住想去找秦相如询问个究竟。刚刚的上官熙太可怕了，捏得他好疼。然而让燕卫驰更害怕的，而是他发现自己竟然不反感上官熙的亲近，他只是有些紧张害怕，却没有半点厌恶。燕卫驰啊，燕卫驰，你搞搞清楚，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啊？如果不喜欢，你就是个纯纯女色狼啊！所谓内热的方法，你早就知道。殿下是在怪我没有早些告诉你？不是，我是想知道。话到嘴边，上官熙又说不出了。秦香如见状笑了下，将一杯茶推到上官熙面前。殿下尝尝。上官熙想也没想就端起来喝。什么茶？这么苦？这道茶叫做先苦后甜。秦香如将茶杯拿回来，又倒了一杯递给上官熙。殿下再尝尝。这一次他谨慎地轻抿了一口，觉得还是苦，但是已经没有刚刚那么难以下咽了。他再次重新倒上一杯，第3次递给上官熙。这一次真的不觉得很苦了，反而苦后回甘。这是什么茶？为何连饮3杯，味道如此不同？其实都是同样的茶，只是殿下第1次尝试，味觉和感觉会特别敏感；第2次尝试的时候，已然对其稍加适应，便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觉；第3次的时候，殿下自然就不觉得它特别苦了。对茶一样，对人怕是也一样。秦香如是想告诉他，他这一次对燕卫驰有如此强烈的感觉，激发内热，化解寒毒，未必下一次还有同样的感觉。得手之后，谁又能知道会不会激情退散，感觉乏味呢？我不会。殿下不会什么？他想说，他对燕卫驰的兴趣不会减少。殿下，就算是你不会，你也要考虑一下燕姑娘的感受。殿下体内有蛊虫，万一你与燕姑娘共赴巫山之际，蛊虫从你体内转移到燕姑娘体内，那该如何是好？什么？还会这样？在下不知，在下只是在揣测。你既然不知道，就不要瞎猜。只是谨慎起见，殿下还是继续守身如玉吧。上官熙白了一眼秦香如，愤懑地拂袖离去。上官熙啊，上官熙，让你禁锢我3年，我没有恢复自由之前，你就别想一清方泽了。殿下，殿下，这可怎么办啊？小姐被你撞晕了。大师兄，你干嘛呢？这是干嘛？他这是怎么了？姑刚刚走路太专心，不小心撞到了他，不知为何他就昏迷不醒了。我家小姐身娇体弱，哪里经得住殿下您这一撞啊？你在这儿陪着他，姑去找大夫。找什么大夫啊？我不就是大夫吗？娘娘，咱们还是找个大夫吧。小姐的身子怎么着？太子殿下的身子我都能治得了，你家小姐的我倒是治不了了。下一刻，燕卫驰就拉起燕青书的手腕，随后惊呼道：“哎呀，这是喜脉啊！这燕青书不是待字闺中，怎么会有喜脉？”此话一出，这南来北往的人瞬间都停下脚步，跑过来看热闹了。你胡说什么呢？小姐怎么可能是喜脉？小姐你醒醒啊！哎呀，不仅仅是喜脉，这
这还是个龙凤胎啊！孩子他爹真是棍法了得啊！叶未迟，你不要太过分了，如此败坏我的声誉，我不会饶了你的。瞧瞧瞧瞧，我的医术越来越高明了，一没用针，二没用药，三两句话就把昏迷不醒的二小姐唤醒了。大庭广众之下，不可胡言乱语。不过事急从权，你也算治好了燕二小姐。那是，你们可都别相信啊！我刚刚都是胡扯的，好在结果喜人。乔二小姐那模样，比晕倒之前还精神呢。燕未迟虽然承认自己胡说八道，可这么多人都听了去，谁知道以后谣言会传成什么样子？你给我等着！燕青书拂袖离去，燕未迟朝着他的背影伸了伸舌头。幼稚！哼，我幼稚？殿下不说自己愚笨，这么轻易就被女人算计？放肆！我哪有燕青书放肆啊？光天化日，众目睽睽，竟然跟自己姐夫投怀送抱。殿下喜欢那般矫揉造作的？姑什么时候说喜欢他了？我帮殿下赶走他，殿下怎的不夸我，还数落我幼稚？谁跟你说幼稚就是数落的？你们两个是不是把我忘了？你们两个怎么一起出来了？找我？小嫂嫂说了，她有办法，让上官离娶谁，她就得娶谁。我是这么说的吗？和亲一事有利有弊，是否让上官离娶尉迟云锦，姑也没想好。那我们就选一个给上官离添堵的方式，不就好了？他想娶，我们就偏不让；他不想娶，我们就努力促成嘛。听你的。夫人不好了，你快来看看小姐啊！怎么了？怎么了？小姐被狗撵啊！啊？哪来的狗？咱们府上没有养狗啊！明阳郡主急忙带人跑去燕青书的院子，就看到好多狗前仆后继地朝着燕青书的房门和窗户扑过去。燕青书则在房间里吓得嚎啕大哭。快给我把他们都宰了！哎呀，咬我了！快，拦住那个黄的！整个平邑侯府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燕姑娘，你今日离开的时候，是否拿了在下的10磅皮啊？拿了，我把它给别人用上了。燕青书，我荣管4国的太子殿下，怎么这么聪明呀？明知不是真心话，就是听着也高兴，我该拿你怎么办？不出意外的话，他现在应该出意外了。若是在下没记错的话，这个方子好像是猎户用来猎狼狐的。这些东西配在一起，会散发出一种人类不易察觉的气味，类似于发情母狗的分泌物，会吸引犬科同类的雄性动物。这城里应该有不少雄性的野狗吧？这么大个热闹，我可不能错过。青州，去二皇子府附近，把平邑侯府被野狗围攻的消息散布出去。大师兄，你也爱看这种热闹？殿下哪有功夫看这个热闹？殿下是想看看上官离到底想娶的是谁？一行几人边聊天边慢悠悠地走着，见到上官离带着上官爵策马疾驰奔赴而来，那急切的模样，分明是连路都顾不得看了。看来他喜欢燕青书。来人，给我杀，一条不留。上官离自己也拿着长剑站在门口，一副护花使者的姿态。殿下，你看，尉迟云锦长得还不错。这位公子，你这么驱赶这些野狗是赶不走的，没有任何一只公狗能拒绝诱捕香的味道。不知姑娘有何高见？你想知道呀？那你过来，我只告诉你一个人。老四，你看好这个门口。殿下，你看他心里惦记着眼前的美人，还不忘记保护身后的美人。这上官离难不成还想享其人之福不成？先看看。现在他也不确定上官离究竟想娶谁了。公子，谁吸引了野狗，谁身上就擦了诱捕香，让他洗个澡就好了呀。多谢姑娘提点。来人，去给你家小姐沐浴更衣。原来公子用人家的办法去拯救其他小姐，还真是令人伤心呢。上官离不知如何接话，没想到北阴公主竟然也巾帼不让须眉，简简单单一个办法就化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在下上官爵真是佩服佩服。北阴公主，你是尉迟云锦，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殿下是想知道锦儿为何出现在此，还是想知道您里面那位美人儿是否安好呢？因为尉迟云锦的这番话，分明就是让他在2个女人之间做选择。这里实在混乱不堪，二哥，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比较好。公主远道而来，在下理应设宴款待，不妨就……不必了，殿下想与锦儿吃饭，以后还有的是机会。我们走。爹让你回来，是想让你看看能不能跟燕青书争一争，嫁给二殿下。我不喜欢上官离，道貌岸然，假谦逊，真阴损。我喜欢太子那样的翩翩公子。闺女啊，咱们选夫婿不能只看别人的长相，看内涵我也看不出来啊，也得看看自己的长相。爹，你什么意思啊？你嫌我长得丑？我长得丑怪谁？还不是因为你。
我要是好看了，那你就戴绿帽子了。小点声。殿下，长信王看起来有点怕自己闺女呢。不是怕，是珍惜。唯有这一女。这银当县主的容貌倒是敦厚，是她的眼神太猥琐了，一直往殿下身上瞟。谁敢觊觎我的殿下，我就扣他眼珠子。上官熙抿了抿嘴，心中有些愉悦。好了，就要胡闹。抬手轻轻摸了摸燕卫迟的额发，动作宠溺的让燕卫迟想变成一个小猫。不知羞耻的女人，人家是夫妻，再不知羞耻也没越界。不要去惦记上官熙，那是个短命的。爹，我就要嫁给上官熙。嘘，小点声。陛下驾到，皇后娘娘驾到。我想嫁给太子哥哥，求爹爹向陛下求个赐婚恩典。众人瞠目结舌，以为自己听错了。爹爹不帮我求，我便自己求。银当县主，这是怎么了？臣女想向陛下和皇后娘娘求个恩典。那燕卫迟乃是庶出之身，还是个养猪的下贱人，担不起太子妃的责任。臣女想取而代之，做太子哥哥的正妃，求陛下和皇后娘娘准允。妃儿，不得胡闹。我没有胡闹，我就是喜欢太子哥哥，还望陛下和皇后娘娘成全。陛下，这不合适吧？毕竟燕卫迟是陛下亲口赐婚的。妃儿，你是不是非君不嫁？我打小就喜欢太子哥哥，你不是不知道，我一定要嫁给他。上官熙慢条斯理地倒了一杯茶，随后将茶杯端起来，在嘴旁吹凉。不烫了。太子哥哥，我已经为了你，不顾父母的反对，不顾女儿家的矜持，主动向陛下求恩典了。倒是说句话啊！吾已经成亲许久，与太子妃恩爱无双，情比金坚。银当县主的一番美意，恕孤无力承受。你这是拒绝我吗？他哪里比我好？就因为他长得好看点？既然太子哥哥觉得他好，那就让他跟我比一比。若是我输了，我便不再纠缠；若是他输了，我要你贬他为妾，娶我为妻。不比，在孤心中，唯他最好。他在竭力维护他，不问缘由，不分对手，不计后果，不在乎利弊。燕卫迟啊，你该不会不敢吧？你不是挺厉害的吗？既然银当县主这么有兴致，那若是不奉陪，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啊。你不必如此，孤不想娶，谁也奈何不了孤。殿下对我的心意，我自然明白，可我对殿下的心意，也得让殿下明白才好。银当县主刚刚说，倘若你赢了，你为正妃，我为妾；倘若我赢了，你就退出，是不是？没错。那不行，你赢了有好处，我赢了也不过就是保持现状，那我又何必跟你比呢？你想要什么，尽管说。是不是我要什么，银当县主都能给呢？那是自然，有我爹在京城之中，我要什么有什么。听闻京城有4大驻军，如今4大驻军都由长信王府掌管。没错，怎么了？我今日斗胆，想要银当县主手上的兵符，既是自保，也可让我们太子府为长信王府分担一些保卫京城的重任。什么？妃儿，不跟他比？是啊，银当县主，还是不要比了。万一输了，可就失去了兵权，长信王会夜不能寐，食不下咽的。谁说我会输了？爹，你别插嘴。妃儿，不得胡闹。是啊，银当县主，你看看连国公大人都觉得你会输了，还是不要冒这个风险啦。混账，谁说我会输？既然你要了我这么大的赌注，我也要加注。那么你若是输了，就立刻滚出太子府，回到你的庄子上，一辈子养猪。小嫂嫂，要不要先问问比什么？我刚刚答应他条件的时候，可没问过要比什么，因为无论比什么，我都不会输。好，臣妾想请求陛下做个见证，以免比试结果出来之后，有人撒泼不认账啊。德顺，举文房4宝，让2人签下契约。不知银当县主要比什么？别说本县主欺负你，咱们比3场，3局2胜，1场文斗，1场武斗，1场文武相击，你可有意见？这文斗就由朕来出题，武斗长信王出题好了。至于文武相济，就请云昭殿下来出题，如此可好啊？臣妾一切听从陛下安排，臣女也听陛下的。那比试题目明日再说，先入席吧，不要再闹了。见你们2人赌注与兵权相关，所以朕思来想去，出了一道题目，也与领兵相关。2位请听题：今有雉兔同笼，上有35头，下有94组，问雉兔各几何？
什么鸡呀兔呀？这是什么题目？这跟兵权有什么关系？这统筹粮草乃是军中重事，若是不会术数，那又如何统筹粮草呢？哎呀，应当县主是不是不会啊？不会就算了嘛。谁说我不会？我看是他不会。鸡兔同笼，这不是小学生数学题吗？太子妃，这题目你可有听懂？听懂了，听懂了。不知比试规则是怎样的？一炷香为限，谁先说出答案，且正确者为胜。然而这边香刚点燃，那边燕卫迟就举手道：“我算出来啦！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怎么可能？你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啊！启禀陛下，鸡有23只，兔有12只。对对，正确无误，这也太快了！一定是你们串通好的，早就告诉他答案了。你这是何意？是觉得朕在作弊？臣女不敢，只是这不合情理。他连算盘都没碰一下，岂会算得这么快？没错，算盘都没碰，怎么能算出准确的数字？那你再算一次，把过程说给我们听听。那你们可听好了，假如我让鸡与兔子都抬起2只脚，一共35头，那么35乘以2就是抬起了70只脚，便是94只脚减去70只脚，余24只脚。此时呢，地上只有兔子的脚，而且每只兔子还有2只脚在地上，所以有24只脚除以2，便可得知有兔子12只。再用35个头减去这12只兔头，就剩下23只鸡了。这有何难啊？这丫头的计算方法怎么跟常人完全不一样？鸡为什么要抬起脚？哦，鸡为什么要抬起脚？那你去问鸡呀。一个连民生都不了解的人，你要如何能体谅手下将士的疾苦啊？鸡都不听你的话，还想让手下人听你的话，简直可笑。不行，我不服。陛下，这加减之数他算得快也就罢了，乘除之数怎么可能算得这么快？微臣怀疑他作弊。你是怀疑他作弊，还是怀疑朕作弊？这道题目是朕昨晚刚刚写出来的。微臣不敢。其实此事很简单啊，因为有规则可循，99乘法表。何为99乘法表？先辈很早便有人提及此法，99做81，77做49。其实除了这些数字，其他数字也可依此类推。燕卫迟拿起笔，在面前的白纸上写下了99乘法表。只要熟记这99乘法表，任何简单的乘除之数都可以瞬间了然于心。来人，找人算一下，他写的都对不对？这些东西你都是从何学来的？回陛下话，从市井之中啊。安国公饱读诗书，都不曾听闻此法子。市井之中怎么可能有人会？您到实际上随便拉一个买菜的小贩，算账都比安国公快啊！这讲的就是一个熟能生巧。启禀陛下，老奴已经找人用算盘推算过了，无一差错。好啊，有了这个99乘法表，有了这个99乘法表，以后大家遇到数的问题都容易解答了。来人，送去各大书院，让所有学子都读上一读，莫要饱读诗书之后还比不上市井百姓。父皇，第一场比试尉迟胜了吧？第一场比试燕尉迟胜出，这第二场比试长信王来出题。王爷啊，事先声明，你若是出什么打架啊、骑马啊、射箭啊，那我就直接认输了，左右我也不会，没必要浪费时间。尉迟，不要胡说，长信王为人公正，不会出你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为比试题目的。如果出一个对方根本不会的侍卫题目，那还比个什么劲儿啊？陛下出的数题也是2个人都会的，只是小嫂嫂更快而已嘛。启禀陛下，微臣也要回去好好想一想，免得出题之后被人说不公平。好，你们2个明日再来。卿可有想到合适的题目？臣出的题目就是让他们2人每人去搬一个青铜鼎，看谁能将青铜鼎挪动的距离更远，谁便胜出。只需1人完成，不可旁人相助。你这题目未免太有失公允了吧？看身材也知道应当县主力大无穷了。王爷出的题目甚好，就比这个吧。那你们2人现在就去搬吧。王爷这比试只比挪动的距离，可有时间限制？一炷香为限，谁挪得远，谁就胜出。好，不过今日比不了，得明日。为何要明日？因为我昨晚上没睡好啊，这人都没精神，哪来的力气呢？只是拖延1日而已。王爷不会跟我这个小女子计较吧？行吧，行吧，那就明日。众人站在两边，看着面前2个已经腾空的青铜鼎。这蓄水的青铜鼎，少说也有100-200斤吧。就算是男子，也要2、3人合力才能抬得动，他们如何能搬动啊？3殿下就算不用上朝，这也不能老盯着一件长服穿啊！瞧瞧，都毛边了。那些官员都趋炎附势，
8届上官离和上官爵见他们2人笑，自然也就都跟着嘲笑了。等一下，长信王，我要加注。加什么？我要二殿下的朝服。燕卫迟，你脑子有病吧？关我什么事儿？是不关你的事儿啊，可我就是喜欢你身上这件朝服。如果我赢了，我要你原地立刻马上脱下来给我；如果我输了话，我把我裙子脱给你啊，公平合理吧？燕卫迟，你是女儿家，怎好做如此赌注？莫要失了分寸，丢了太子府的脸面。陛下所言极是，可那要输了才会失礼，臣妾有信心不会输。大言不惭，我是大言不惭啊，可是他们都信我啊，你看看。陛下也劝我，二殿下也不敢赌，明显是都觉得你会输嘛。我可没那个意思，没这个意思就赌喽。银当县主跟你比，你赌我的衣服做什么？你去赌长信王的？长信王都老成啥样了，有什么好看的？哪比得上二殿下身姿挺拔，玉树临风啊？是不是？比就比，二殿下你放心，我今日就让他在此颜面扫地，绝不会让你丢去朝服。爹，点香吧。那重达188斤的青铜鼎，就是真让韩宇飞给推倒了。而且他力气够大，人也不傻，知道那鼎是圆的，可以推倒之后在地上滚动。如此一来，省去了不少力气。这倒是个好法子，可是小嫂嫂根本不可能将鼎一样推倒啊！师兄，他输了可是要脱衣服的，你怎么不拦着点啊？他不会输。燕卫迟在往铜鼎的耳朵上捆绑麻绳，麻绳上面还吊着一张什么东西。师兄，那是什么？是羊皮。燕卫迟还往那铜鼎里放了一些棉花、干柴，还撒了一些灯油。燕卫迟，你还在磨蹭什么？没看见那银当县主已经推出去10步开外了吗？陛下放心，我这个呀叫做后来者居上，这一炷香啊都够我把他搬出皇宫的了。大言不惭。二殿下，您瞧好了。话音落下，燕卫迟便点燃一个火折子，扔进了青铜鼎里。轰的一下，青铜鼎冒出熊熊大火，捆绑在青铜鼎上面的羊皮渐渐膨胀起来。没过多久，竟是成了一个半球状。而燕卫迟把握时机，上前一步，单手拎住青铜鼎的一个耳朵，轻轻一抬，青铜鼎就离地了。燕卫迟只需轻轻推着它，它便可以随意挪动。天啊！这是怎么回事？太子妃天生神力！哎呀，你们是不是傻？这不就是一个大号的孔明灯吗？孔明灯有这么大力气，能拉起青铜鼎吗？妙啊！倘若在战场之上用此法运送粮草，岂不是事半功倍？这死丫头到底哪里学来的本事？师兄，你看，小嫂嫂已经超过银当县主了。陛下，我还要不要继续走啊？真把青铜鼎搬出宫去，陛下是不是把它送给我啊？走，继续走。你若能搬到宫门口，朕这院子里的9个青铜鼎都赏赐给太子妃。不要胡闹，这些铜鼎还要用来蓄水防火的，你若拿走，宫里如何防火？走到外院即可。燕卫迟已经走出200步开外，随后便站在原地等韩宇飞了。韩宇飞可没有羊皮气球助力，不到100步便已经精疲力尽。第2场比试的结果已经一目了然了。我不服，你耍赖！哟，输不起啊？什么输不起？说好了各自搬动青铜鼎，可你用了那些乱七八糟的法子，根本就不公平。若是我没记错的话，当日长信王的题目是让他们2人每人去搬一个青铜鼎，看谁能将青铜鼎挪动的距离更远，谁便胜出，就是只需1人完成，不可旁人相助。敢问银当县主，我可曾让旁人相助啊？我不是1人完成的吗？王爷出题也没说不能用道具啊。爹，你是这么说的吗？好像是。反正不行，我不认输，大不了再比一次，我也用道具。启禀陛下，这燕卫迟虽然赢了，可他投机取巧，未免有些胜之不武。能不能用道具，虽然事先没说清楚，可王爷也说过要他们2人去搬动青铜鼎。但是燕卫迟那哪叫搬啊，那分明就是推着走。这一场比试不能作数。其他文武百官也都纷纷开口迎合，太子府孤立无援的局面瞬间暴露无遗。好啦，不就一场比试吗？大不了双方各退一步。各退一步？如何退？我要他的朝服，然后我认输。这怎么行啊？说好了赢了才给你，你既然认输，就没道理要我的朝服。事实上我是赢了，只是有些人不认账而已。你说谁不认账呢？分明是你投机取巧。银当县主，好歹你也是领兵之人，竟是不知兵不厌诈4个字吗？输就是输了，愿赌就要服输。不过我这个人呢，向来好说话。既然银当县主不愿认输，你让他把朝服给我，我认输，咱们仍旧可以比第3场。要是无论如何你都不愿意的话，那我就不比了。一群人欺负我一个，还要赖账。殿下，我不比了，不比了。好了，不比就不比，姑早就说过了，不必与他们纠缠。好，你认输，
有劳二殿下将朝服赠予我，改日我必然请能工巧匠做10套新衣赠予二殿下。这不是多少件新衣的问题，这是面子问题。志远兄啊，不能让菲儿输了啊，不然太子就要掌管神策军了。第3场我们绝对不会输，我已经知道第3场的比试题目了。国公无奈，只好走到上官离面前耳语了几句。这都什么事儿啊！来人，还不快去给本殿下拿一身衣服来。你还真是特别喜欢其他男人的衣服。四殿下说错了，我不是喜欢其他男人的衣服，我是特别喜欢抢其他男人的东西，用来借花献佛。关3殿下和2殿下身高相似，这身朝服拿回去让宫女改2针，必然可以让3殿下穿着合身。给我的？是啊，怎么？不必如此麻烦。拿好了，回去洗洗再穿。殿下真好，你真多事。上官熙拉住了他的手，这可是上官熙少有的主动亲密。燕卫迟，第2场你输了，我们该比第3场了。第2场你输了，我们该比第3场了。这第3场比试需要北印3皇子来出题，不知3皇子昨夜可有想好题目？回陛下话，外臣已经想到题目了。这文武相继，无非就是一个治字，所以外臣的题目便是希望太子妃和淫当县主想办法让京城百姓都接触雷公藤，为期10日，到期之后，看看你们2人谁测试过的百姓多，谁便胜出。谁若是在期限内找到了花鱼，那么也算胜出。好，就以此为题，你们2人可有意见？臣女没意见，就比这个好了。既然淫当县主没有意见，那我自然也不会有意见啦。明日是端阳佳节，便从明日开始算，为期10日。5月15月圆之日，便是比试结果揭晓之日。你们2个都要努力一些哦。你说什么？城里没有雷公藤了？是啊，娘娘，老奴已经命人走了20几家医馆药炉了，一丁点雷公藤都没有了。原来如此，难怪今日长信王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没有雷公藤，我们比都不用比了啊，这可怎么办才好？第3场比试胜出的方法并不是只有一个。殿下的意思是让我不要在百姓身上消耗时间和精力，而是让我趁着这10天去找花鱼。可是如何能找得到他呢？再说了，就算我找得到他，他也未必会跟我进宫。他是土夫子，跟我进宫岂不是等于自投罗网？倘若他不是，那这是一个自证清白的好机会。殿下说的有道理，我明日就试着去找找他。明日不行，明日是端阳节。难道要留在府上过节？这家伙还挺有生活仪式感的。我去厨房看看，今日有没有包粽子。今日是端阳节，厨房应该不会包粽子。端阳节不包粽子，难不成吃月饼啊？今日是太子殿下的生辰，殿下应该……是殿下的生日啊！既然是生日，那确实不能只吃粽子，得好好庆祝一下。殿下，你回来啦！快来快来，看我给你准备了什么。不等上官熙询问燕卫迟要做什么，就看到正厅摆放满满一桌酒席。这是谁弄的？我弄的，当然也少不了开枝散叶的帮忙。我知道今日是殿下的生辰，所以特意给殿下做了生日蛋糕。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做成了生日发糕。不过不重要，意思到了就行。姑不饿，你自己吃吧。你是在宫里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了吗？上官熙拂袖离去。我准备了一上午，殿下就算是不爱吃，也不用给我脸色看啊！真是好心没好报。燕卫迟，别以为本太子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想让我帮你找花鱼，你就不辞劳苦，邀宠献媚。你那点诡谲的心思，在本太子眼里就是个笑话。上官熙推开燕卫迟之后，隔空一掌打向了那一桌席面。这到底是怎么了？师兄他从来不过生辰，因为他的生辰就是先皇后的死忌。什么？而且每年的这一日，师兄都会进食。为何殿下要进食？我们也不能吃吗？你们当然可以吃，我不知道该不该说。不能说。于飞言双唇紧抿，迟疑了许久之后才开口道：这是师兄一辈子也无法挽回的伤痛，我觉得还是让他自己跟你说会比较好。好，我明白了。小嫂嫂，你别生气啊，师兄他真的是有苦衷。没关系啊，反正我就是个笑话，那就一笑而过吧。上官熙诧异地看向门口，结果就看到小脸红扑扑的燕卫迟阔步走了进来。燕卫迟，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我就是胆子大啊，怎么样啊？今儿个我就好好教教你做人的道理。燕卫迟气势汹汹地朝着上官熙走过来，可脚下一个没站稳，左脚绊了右脚，竟是整个人朝着上官熙扑过去。你喝酒了？然而燕卫迟却忽然双手勾住他的脖子。上官熙，你知道我燕卫迟这双手是干什么的吗？放开姑，你喝多了。我左手拿刀可以为死者陈情，我右手拿针可以为生者治病。
今儿个我为你做个饭，你竟然还不领情，你这叫不知好歹。好了好了，你喝多了，先去睡觉。我没喝多。我知道你死了娘亲心情不好，可谁没死过娘啊？你好歹还有你爹疼你，我爹呢，一心只想着让我死，可我也没像你这样喜怒无常啊。燕未迟说着说着，靠近了上官熙的怀中，将脸颊贴在他肩膀上。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有？你晃来晃去的干什么？不服气啊？怎么样，我的腰细吧？上官熙觉得呼吸有些混乱了，放着人家这么一个腰细腿软、肤白貌美的娘子，你不好好疼，你还凶我，你这是男人该干的事儿吗？简直抱什么来着？暴殄天物。没错，上官熙，我告诉你，做男人不能像你这样：一，不能随便发火，显得你没度量；第二，不能随便发言，显得你没深度；第三，最重要了啊！第三什么？第三，不能随便发情，显得你没性生活。你……燕未迟忽然勾住他的脖子，猝不及防地亲了下来。这是他第一次被女人轻薄，可他怎么不动了？燕未迟忽然抬起头，拉开了和他的距离。我已经亲亲你了哦，亲亲就不许再难过了，听到了吗？他什么也没说，却郑重地点了点头。看在你长得好看的份上，本小姐就原谅你一次，再有下次，我就再也不理你了。哼！说完这句话，燕未迟身子一软，靠近上官熙怀中，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殿下，人要往前看啊！睡到日上三竿，你就不饿吗？过来，用膳。哦，这六菜一汤不是他昨天做的那几样吗？还有那个形状有些奇怪的生日发糕，竟然也完美复原了。这是他们两个做的，非说昨日那个席面没吃到，感觉可惜，今日便缠着开枝散叶，重新做了一套。于世子，秦大夫，你俩还会做饭呢？也不算很会，重在参与。只有这个生日蛋糕是在下和的面。你们俩也真是的，做就做呗，非要弄一模一样的，也不怕殿下不高兴。吃饭食不言，寝不语。哦，吃不吃白不吃。九幽阁收到新的挂单，说是太子府在找一个叫做花鱼的人，是不是？上官熙他真的帮我去找人了？怎么，你找到了？1000两。你还真是来要银子的。1000两，一个线索。合着你没找到人啊？你可以不买，那我告辞了。你这人怎么一点耐心都没有？谁买东西不得看看价啊？佯装从怀里掏，实际则是从手镯里拿出了1000两的银票，放在了浮光手上。你的线索呢？红袖楼对面新开的那一家奇怪的铺子，春申不知处，你去那里自会有收获。二人在漆黑的走廊里走着路，打算去其他房间看看。二位贵客，这边请。这是走廊的尽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藏人。就在形势紧迫的时候，上官熙随手推开了最后一间客房的房门，抱着燕未迟一个翻身滚进了床底下。嘘！不消片刻，龙阳便引领客人走入这间房间。哪个中毒的男人会像你这般威武雄壮？郡主殿下觉得我哪里威武？哎呀，你别闹，还没沐浴呢。那就一起洗，我来伺候郡主沐浴。上官熙和燕未迟都知道外面是谁了。你这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真是口无遮拦。你不就是喜欢我口无遮拦，还喜欢我上下其手呢？是不是？名扬郡主真是浪得开花了，叫这么大声，生怕旁人听不见吗？身为郡主还是平邑侯的夫人，竟然公然与人私会，说出的话比青楼妓女还要放荡，真是人不可貌相。名扬郡主被推倒在床榻上，你这莽夫怎的如此粗鲁？平邑侯年纪大了，早就不行了吧？有还是有的，也就半盏茶的功夫。他那个便宜爹已经虚成这样了吗？这破床被摇得落下不少灰尘。燕未迟一个没忍住，打了个喷嚏。阿切！上官熙见状，急忙翻身抱住他，情急之下忽然吻了上去。什么声音？可能隔壁叫得太大声了。来，草民继续伺候郡主殿下。燕未迟想不通，不让他出声的方法有很多种，为什么上官熙偏偏选了最差的一种？上官熙当即闭上眼，心随情动，已经完全忘了此刻二人身处何地，而偏偏这种笨拙的吻可以轻易点燃燕未迟那笨拙的心。看着怀中少女的泛白的脸颊渐渐染上一层菲丽的颜色，上官熙便可以确认他应该是喜欢他这个人。啊！一声尖叫过后，床榻上面的二人总算是结束了这一场酣畅淋漓的肉搏。听到床上没有动静了，上官熙立刻停止彼此间的亲密。燕未迟那个小贱人居然如此算计我，我一定不能轻饶了他。燕未迟那个死丫头不简单，手段层出不穷。我是担心你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家宜解不宜结。他
算什么东西？一个养猪的小贱人，也配成本郡主的冤家？就连他娘亲我都能弄死，我还弄不死他？听明阳郡主这么说，是他害死的。如今他还有太子撑腰，变得更加难对付了。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听舒儿说，北印兄妹二人要去碧波湖游船，几个皇子都会去，那上官熙也必然带着燕卫迟一起去。你想做什么？只要众目睽睽之下，燕卫迟跟尉迟云昭无媒苟合，那到时候他必然要被陛下和太子厌弃，他就会重新变成那条在猪圈里乞食的狗。那你一定要行事小心，无论事成与否，最好都不要让太子府的人知道是你做的。时辰不早了，我得回去了。7日后你再来寻我吧。这边二人刚离开，上官熙就看到有一个紫色的身影朝着后门走去。秦香如，带尉迟回去。上官熙便闪身朝着那紫色的身影追过去，直觉告诉上官熙，那个人就是花鱼。我说太子殿下，您追了小可5条街了，小可已经收工不接客了。果然是你，跟我回去。上门服务那可是另外的价钱。你还真沦落风尘了。这个世道就是这样，笑贫不笑娼嘛。你上次无故劫走燕卫迟，给他惹来了不小的麻烦，现在需要你帮他解决这些麻烦。小姑娘有麻烦了，谁找她麻烦？想知道细节就跟我回府。花鱼，你是不是到了北印皇陵啊？你直接问他是不是偷了无字天机书。无字天机书是什么？那可是人间至宝。我若是偷了无字天机书，那我还用得着去春申不知处卖？众人下意识露出惊讶的表情。卖艺不卖身吗？事情到底是怎样的？你说清楚好不好？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燕卫迟撇撇嘴，无奈地将北印兄妹进献礼物和与银当县主韩宇飞比试的事情和盘托出。所以你们来找我是要把我交给北印人，换取第3场比试的胜利啊！小姑娘，你不会这么没有道义吧？好歹我们也是朋友啊。朋友是不会给对方惹麻烦的。花鱼说的也没错，是我自己要跟韩宇飞比试的，不能因为一时之气让他去送死。如果你不愿意帮忙，我当然也不会为难你。来人，送花公子出去。好不容易找到他，就这么放他走？你就真的要输给韩宇飞了？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一条嘛。罗马是什么马？殿下，去让他走吧，这件事儿我再想办法。你自己权衡。好啦，你走吧。北印人看起来短时间不会离开京城了，你自己多加小心。你关心我？自己走，还是本太子命人赶你走？花鱼勾唇一笑，浑不在意地从怀中掏出一个麻布包。无字天机书。这真的是无字天机书？怎么，你看到字了？你刚刚不是说你没偷吗？那这是怎么回事？确实没去偷，这东西啊是我捡的。捡的？这话你自己信不信？真的是我捡的。我睡在一个树洞里，然后北印来了一队人马，在那棵千年古树附近不知在找什么。随后他们触碰了机关，树洞下面就打开了一个暗道，然后我就摔进去了。是他们发现我，就执意说我是盗墓贼。你是如何得到天机书的？他们都有兵器，我手上没有趁手的兵器，就随便抓起皇陵里的东西，然后自己也跟着跑出来。之后就遇到你了。就这么简单？不然呢？我也是事后才知道，这东西叫什么无字天机书，都没有字，也不知道他们拼死拼活的去偷它干嘛。等一下，你刚刚说偷？没错，他们都是北印印城司的人，可是却打扮成江湖人的衣着去皇陵。那你们说这不是偷还是什么？如今印城司好像正是归着北印3皇子尉迟云昭管辖，看来他并非要将天机书赠送给我们离国陛下，而是他自己想拿到，用来跟兄弟争夺皇位吧。得先机者得天下，倘若传言不虚，那此物不能交给北印人。确实不能带花鱼去见陛下和北印人，花鱼极有可能不小心撞破了北印3皇子尉迟云昭的秘密，所以将这盆脏水扣在花鱼头上。他要找花鱼寻回天机书只是原因之一，还有第2个原因，是为了杀人封口。既然此物对你来说没用，那就交给我吧。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也可以直接开口。能让太子妃欠我一个人情，那我可得好好想想。不是太子妃欠你的，是我太子府欠你的。说吧。那我更得好好想想了。这个承诺就先放着，等我用到时候自然来取。上官熙没意见，燕卫迟也认同。启禀陛下，这里是记录的姓名和统计的数量，目前有3万余人。我相信燕卫迟他绝不可能大于这个数字。太子妃，你统计了多少人呢？回陛下话，只测试了1个人，不过可能是运气好，竟然测1个人也测出了猫腻儿。你找到手上起红疹的人了？启禀陛下，此女不是旁人，正是平邑侯府的2小姐燕青书。尉迟，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舒儿怎么可能是盗墓贼的同伙？可众目睽睽之下，她那双手浸泡了雷公藤之后，确实满手红疹，这做不了假啊。而且当日银当县主也在场，他可是亲眼目睹的。
他说的可是真的？臣女请大夫瞧过，说是他中了毒，只要触碰到水就会起红疹，哪怕是清水也是一样。这就奇怪的，如果不是你，那就是明阳郡主了。跟我娘亲有什么关系？我问你，5月初7，也就是4天前夜里，明阳郡主身在何处？你都说是夜里了，娘亲不在家中，还能在何处？我看未必吧。她要是在侯府，我又怎么会得到这个东西呢？燕卫迟拿出无字天机书的木盒。无字天机书？哎呀，这还真是无字天机书啊！你从何处找到的？启禀陛下，当日他手起红疹，实在十分可疑，所以我便央求太子殿下对他暗中调查。我们命人守着平邑侯府的前后门，也就在前几日，发现本应该在睡觉的明阳郡主带着一个男人去了京城最近刚刚开的酒楼，名唤春深不知处。住口！你胡说！爹，话可以胡说，这东西还能凭空出现吗？那一日，春深不知处附近的杂货铺着火了，明阳郡主和那个男人也趁乱从后门逃出来，随后就调出此物，被我们太子府的人捡到了。既然是几日之前捡到的，你为何今日才拿出来？云锦公主，我也得认识这是什么才行啊！你看看，这盒子上也没有字，里面的竹简也一片空白，